见过帝尊。鄙人在人界创建的长生殿，乃是人界第一大事。这是殿主信物长生戒，您带着回人界，或许用得上。不错，有心了。后悔时空，妄图回归人界。我的家人都在人间，我定要回去。天道，若你敢拦我，我定将你一同粉碎。恭送帝尊，恭送帝尊。这边是咱们公司新建的楼盘，那边是咱们新发展的高档住宅区，还有这片人工石也是咱们公司承制的。既然大小姐您回国了，后续的计划就都交由你来制定了。我终于回来了。怎么了，大长老？这么多年了，长生界终于现世了！哎呀，快，随我去迎接长生殿新任殿主。是。误入仙界千年，从一个任人蹂躏的卑微蝼蚁，一步步成为只手遮天的仙界之子，最终突破仙界，桎梏归来。没想到，人间仅仅才过了一天，一切还没沧海桑田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哇，这个人好帅啊！他刚才好像是从那边直接飞过来的。哇，帅哥，你是在拍戏吗？我怎么没有看到你吊钢绳啊？好帅呀！这哪个明星啊？前面那是怎么了？总裁，好像是在拍戏。你要是不满意，我这就召集山下的守卫，把人群疏散。不必了，来散心而已。救命啊！救人！快救人！快救人！快救人！谁来救救我们家总裁？天哪，人是怎么上来的？我都没看清。我是啊，这也太神奇了吧？怎么上来的呀？太神奇了！先别管怎么救上来的，现在是救人要紧。这位美女现在昏迷了，那必须得给她做人工呼吸呀，不然可就危险了。这种苦差事还是交给我来吧。混蛋，你想找死吗？妈的，干坏老子没事，想死啊你！喂，老婆，刚刚发生什么了？总裁，刚才您掉到湖里，是这位先生把你救上来了。霍天，我已经到酒店了，你人在哪儿呢？我马上过来，老婆。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，我要送给你一件无比珍贵的礼物——人间第一势力长生殿。这个礼物还行吧？哼，就你还送珍贵的礼物，你快点过来，我有事跟你说。等等，霍先生，是你救了我，我要怎么感谢你呢？我是赵家的赵莹莹，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。云州第一家族的赵家，当年我老婆方柔倒是一直想跟你们赵家合作。总裁，您刚回国，对于云州的一些势力还不了解，
霍先生说的方柔是方氏药业的负责人，一直在申请和我们赵氏集团合作。你去准备一份价值10个亿的合作书，待会儿我亲自送给霍先生。霍先生，我刚从国外回来，今天晚上有一场我的接风宴，我邀请您和您的妻子一起参加。到时候我会向整个云州宣布赵氏集团和方柔小姐的合作，我们现场签约。赵小姐有心了，我老婆要是知道你亲自和她签约，她一定会非常高兴。待会儿我会把合同送给您，祝您和方小姐结婚纪念日快乐。感谢。我误入仙界之前，方柔为了公司殚精竭虑，每天加班到深夜，非常辛苦。如今我回来了，这枚长生戒送给她，她就能执掌这人间第一势力，应该会很开心吧。老婆，今天啊要送你。你终于来了。这是离婚协议书，签字吧。离婚？为什么呀？霍田，你难道还不明白吗？我们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我现在是执掌方氏药业的女总裁，身价上亿，而你呢，一无是处，一事无成，只会好吃懒做。我都不好意思承认，你这样的男人居然是我方柔的丈夫。原来如此啊！现在你发达了，所以开始嫌弃我了是吗？看来你是忘了，这5年来我全力支持你，就换来了这个结局是吗？废物！你支持什么了？支持啊？你天天买菜做饭、洗衣拖地，你这叫支持啊？我女儿那可是国色天香，她只有嫁给这种顶级世家的大少爷，而你，哼，这个窝囊废！方柔，恭喜你脱离苦海。这是我从英国佳士得拍卖会花500万拍下的钻戒，送给你。何少，这太贵重了，你还是收起来吧。何坤，方柔，他就是你要跟我离婚的原因是吗？这又怎样？啊？何家是云州3大世家之一，何少随随便便一出手就是500万的钻戒，你呢？柔柔跟你结婚了5年，你送的什么礼物了？啊？500万的钻戒又算什么？方柔，这个是长生戒，乃是无价之宝，可以掌控人间第一势力长生殿。它就是我要送给你结婚纪念日的礼物，只要你戴上它，你就是人间至高无上。至高无上，霍田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爱吹牛？你知道长生殿是什么样的势力吗？长生殿动动手指就能让整个世界翻天覆地，在整个云州，只有赵家和长生殿才有联系。我当然知道长生殿是什么，不过长生殿在我眼里就犹如蝼蚁。够了，霍田，你不要再胡言乱语。小心祸从口出，结婚5周年，你就从地摊上买这个破玩意儿来敷衍我？跟你离婚，真的是我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选择。最正确的选择。方柔，你知不知道你拒绝这枚戒指意味着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你要跟我离婚，又意味着什么？你会后悔的。后悔？一个破戒指有什么值得我后悔的？我方柔做事绝对不后悔。至于跟你离婚，我更不后悔。怎么回事？我感应到长生界在震动，难道有人敢对长生界不敬？这世上还有人敢对长生界不敬？其罪当诛！给我加速，尽快赶到。明白。方柔，一步登天的机会，你错过了。废物！你装什么装啊？啊！你看看人家和尚，这一出手都是500万的钻戒呀！他还帮助柔柔促成了与赵家10亿的合作，这才是我们家柔柔一步登天的机会啊！哎，跟你说，你什么也不懂。原来如此，赵家10个亿的合作，这也是你要跟我离婚的原因吗？是，赵家背后有着人间第一势力长生殿的支持，能跟赵家合作，是我这辈子都想过的事情。而这些东西，你给不了我。我给不了你。你别说那小小的赵家，就是长生殿，
你也是唾手可得。可是，你现在霍天，你怎么好意思在这儿装我？还什么长生殿，什么赵家？长生殿和赵家这种通天的势力，也是你这种废物也配评论的吗？你呀，赶紧把这离婚协议签了。你配不上方如。没错，你根本就配不上我女儿。哎，赶快滚蛋吧！在这人界，只有别人配不上，还没有我配不上的人。好了，柔柔，别跟他废话。今晚是赵莹莹大小姐的接风宴，将会在我何家的酒店举行。我何家可是经过层层选拔才被选中。真的吗？和少，你也太厉害了！伯母，这不算什么。哼，方柔，这次赵大小姐跟你的合作，赵大小姐看在我的面子上，请你去现场签约。这次能去现场的都是云城的名流贵族，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机会。你呀，提前准备准备啊！什么？赵大小姐要亲自跟我签约，这真的太荣幸了。当然了，我还能骗你吗？赵大小姐1个月前回来，直接担任赵氏集团刑事总裁，一上任便大刀阔斧的改革。赵家现在可谓是如日中天。柔柔，今天是赵大小姐第一次以真容示人，今天晚上你也是重要的主角之一，你现在得赶紧准备一下了。哎呦，和少啊，真是太有面子了啊！女儿啊，你呀，赶紧跟着和少去挑一件漂亮的晚礼服，晚上一定要惊艳全场啊！谢谢你啊，和少。柔柔，你干嘛这么客气？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啊！何坤啊，何坤，你还真是恬不知耻。你说赵家的10亿合作是你促成的，不然呢？不是我促成的，难不成是你这个废物促成的？当然是我。方柔跟赵家的10亿合作是我吩咐赵莹莹安排的，而且她很快就会把合作书送来。你吩咐赵莹莹，你知道赵大小姐是何等的存在吗？赵大小姐从小就被送到海外，回来之后直接担任刑事总裁一职，权柄之高，神秘之极。而且据我所知，赵家跟长生殿有联系。这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赵大小姐自从回国之后，林州各个名流都一一求见，都被赵大小姐一一拒绝，连我云城的3大世家亲自上门拜访都没有见到她。霍天，你说你能吩咐赵大小姐？你这个废物，你配吗？在你们眼里，她可能是高高在上的赵家大小姐，但在我眼里，她呢，就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。够了，霍天，你没本事也就算了，到现在你还满口胡话。跟你结婚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。这里是云水小区3室1厅的房子，卡里面有100万的现金，就当做我给你的离婚补偿。现在你可以签字了吧？像他这样的废物，哪配拿这样的东西？不能给他。妈，虽然他窝囊，毕竟夫妻一场，我不想让人口舌。你赶紧签字吧，从今往后我们恩断义绝，毫无关系。好一个恩断义绝！方柔，你知道我为了见你，我苦修千年，以身试险，对抗天道，最后却换来一个无情的恩断义绝。好，这个字签。这些东西我不需要。我告诉你，方柔，你抛弃的不只是我们俩的感情，还有和赵家的10亿合作，还有人间至高无上的权势，还有超越6道3界的先帝之尊。这些原本都属于你，可惜是你亲手把它抛弃了。霍天，你又在胡言乱语些什么？你以为你说这些疯话，我就会可怜你？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我方柔的男人必须顶天立地，能为我遮风挡雨，撑起一片天，而不是装疯卖傻的可怜虫。今天晚上赵莹莹的接风宴上，你们就会知道真正傻的人是谁，你就会知道悔不当初这4个字该怎么写。我说过，跟你离婚我绝对不后悔。这些东西你不要，那就算了。我们走吧。真没想到，
竟然是这样的结局。赵小姐，出来吧。抱歉啊，我只是正好撞上，不是故意偷听的。方柔实在是太过分了，连你这么优秀的丈夫都不要。不过霍先生既然现在是单身了，不如你跟我结婚吧。赵小姐，你可是云州第一大家族赵家的大小姐，你跟我结婚，你没听他们说吗？我呢，就是一个一事无成的废物，跟我结婚你不怕丢脸，不怕被我拖累啊？我不觉得你是个废物，相反，我觉得你很不一般。倒是我找你结婚，可能会给你带来很大的麻烦，因为……不用说了，什么样的麻烦我都不会放在眼里。这次我回来呢，就是为了游戏人间，随心所欲。随心所欲？跟我结婚，你可能会惹上很不好惹的人，你不害怕吗？在人界呀，只有别人怕我，我不会害怕任何人。既然我救了你，那说明我们有缘，更何况你又是个美女，我看着呢也挺顺眼的。那走吧，结婚去。好，那今天晚上我会在我的接风宴上向整个云州宣布，你是我的丈夫。到时候你可不要害怕。很多年前呀，我就已经没有害怕这种情绪了。今天晚上我会送你一件礼物，就当做新婚礼物了。有了这个礼物，你也不会再害怕任何人。大小姐，你总算来了。霍先生您好。宴会上你安排霍先生坐我旁边，我先去换身衣服，你带他先进去。不必，你陪着莹莹，我自己进去就行。莹莹，这个家伙不过是救了大小姐一次，居然好意思用如此亲昵的称呼，难道想吃大小姐的软饭？他以为他是谁？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参见店主！参见店主！长生殿的人来的倒是挺快，但你怎么就确认我就是你们的新任店主？长生殿乃人间第一势力，祖师曾经传下法旨，长生殿任界不任人。如今长生界重新现世，您就是我们的新店主，还望店主大人能接纳长生殿。第一势力有点意思，不过你们来的正好，我确实有事吩咐你们去做，帮我去准备一份全世界最顶级的聘礼，半个小时之内送到这儿来。我虽然结婚仓促，但该有的礼数不能少。店主的聘礼？哦，请你放心，我这就去办，一定拿出世界顶级聘礼。好，店主，长生界消失多年。为了安抚人心，避免天下大震，我找了一个替身假扮店主。这是个最高机密，只有我和这4位亲信知道。现如今，店主您现世，我想昭告天下，给你办一个长生宴，借此向全世界宣布，您才是我们长生殿真正之主。长生宴，可以，那今晚就在这里办吧。到时候被莹莹带上长生界，一定会很有意思。这里，今晚，店主，这太仓促了，恐怕和你的身份不配呀。我的身份岂是一场小小的长生宴能决定的？按照我的吩咐去办就行。啊，明白。你的天赋不错，可惜呢，功法修炼的一般。如今年岁大了，是不可能再突破。店主火眼金睛，老奴不求突破，只求能服侍店主左右，就心满意足。按照人间的法则，你的确无法突破，可在我这里，人间的法则随手可破。
我突破了，我突破了！没错，你突破以后，寿元也会增加50载。啊！店主大恩大德，老奴无以回报。行了，起来吧，你只需为我好好办事就行。店主，请您放心，您安排的事，老奴竭尽所能。去吧。谢店主。哎呀，这不愧是赵大小姐的接风宴啊！这云州顶级的大家族都来了啊！曾家、钱家，这可是和何家并列的3大世家呀！啊！恭喜啊，方总，能够拿到赵家10个亿的投资，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呀。何止如此，之前我们几个老家伙一直想要拜见赵大小姐，都没能见上一面。今日方总可是要与赵大小姐亲自签约，真是后生可畏呀！哎，这10个亿的投资并不算什么，赵大小姐能够亲自签约，这可就意义非凡了。能够搭上赵大小姐这条线，以后还有可能接触到长生殿。哎呦，这可是天大的机缘呐！哎呀，这以后我们这几家就要仰仗方总您了。2位家主过奖了，我也就是运气，我一个晚辈啊，以后还得多靠各位提携呢。女儿，快看，这混蛋怎么来了？站住！你怎么混进来的？霍天，我之前看你痛快签了字，便觉得你像个男人，没想到你居然跟踪我到这儿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他要干什么？那不是没拿到钱，后悔了呗？哼！要不是这些年我们家养着，他早就饿死了。霍天，你既然已经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，就不要再来骚扰我了。今天对我来说很重要，不是你捣乱的地方。你如果想要钱，我再给你开一张支票，也算是你的封口费吧。只是你拿到这钱，就不要再跟别人提起我们之间的关系。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有你这样的前夫。方柔啊，方柔，你还真是有够自恋的。你真以为我是跟踪你来到这儿是吗？难道不是吗？这可是赵大小姐的接风宴，是你该来的地方吗？没错，你这废物，要不还赶紧滚！别污染了今天的宴会，影响了我们和赵家的签约。你知道不知道啊？何家为了今天的宴会，动用了最高级的安保。哼，你混进来，如果被逮着，小心打断你的腿。何家他敢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今天我是被人邀请进来的。又说大话，霍天，你可真是狗改不了吃屎。在座的都是云州顶级的大人物，你认识谁呀？谁又邀请你进来的？谁会请我进来？刚刚在门口是赵莹莹亲自请我进来。你简直是疯了，编瞎话都编到赵大小姐身上了。你这句话要是被赵家的人知道了，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赵大小姐从小便被送到国外，1个月前回国后便是深居简出。我们云城大家族都没见过赵大小姐，就算是赵氏集团的高管，也没有几个见过赵小姐的。你这家伙便是方家以前的赘婿了，一副寒酸样，也敢说赵大小姐亲自请你来的，真是不知死活！就会说大话吹牛逼！保安，把这个混进来那个废物给我赶出去！怎么回事？霍天，你这个窝囊废也配出现在这儿？这是我何家的酒店，今天我们要在这儿为赵小姐举办接风宴，你这种下贱的东西也配进来？原来真是偷溜进来的老鼠。哎呀，这赵大小姐的接风宴选在你们何家，这是你们何家天大的机会。可你们这安保选的也太差强人意了吧？穿得如此寒酸，也好意思来这里？我还以为是一个什么深藏不露的大人物，原来是一个从里到外的乡巴佬。何少，赶紧给他赶出去！一会儿赵大小姐就要到场，若是冲撞了赵大小姐，
我们可是吃罪不起的。是，来人啊，给我把他赶出去！要不是今天宴会的主人请我过来，就凭你们这小小的宴会，根本不配我来，还想让我滚，你们没这个资格。这就是你们为赵小姐准备的座位是吧？你要干什么？这可是主桌，连我们3大世家的家主都不敢坐，不想死的滚远点！你个狗东西，赶紧给我起来！这是赵大小姐叮嘱过的，特地给她男伴准备的。既然是给男伴准备的，那我做岂不是正合适？徐秘书，我已经按照赵大小姐的喜好，一切准备就绪。云州各大家族也在等着恭候赵大小姐了，还有您吩咐的签约仪式，也都已经准备就绪了。不错，你们何家办事还算得体。我这就通知大小姐，你先去会场准备吧。过了今晚，我何家算帮上了赵家，飞黄腾达，指日可待。大胆！连我们3大家主都不敢坐的地方，你一个废物赘婿一屁股坐上去，你有几个脑袋？小子，赵大小姐马上就要到了，这可是我们云州大家族期盼的大机缘。你若是打扰了赵大小姐心情，你就是10条命也不够死的。我劝你，赶紧给在座的众人跪下磕头道歉，然后滚出这里，我们兴许还能饶你一条狗命。已经很多年，没有人跟我这样说过话。今日就凭你们这群土鸡瓦狗，也配让我跪下？霍天，你能不能不要再发疯了？我知道离婚对你的刺激很大，你不甘心就用这种方式来刺激我。但你知道今天是什么场合吗？你知道这主桌有多尊贵吗？哦，能有多尊贵？这个主桌可是何家花重金为赵大小姐准备的。知道赵大小姐喜欢山羊绒，何少就特地从荷兰进口金丝羊绒布料来做这主桌的桌布。这一小块布就价值200万，你要是弄脏了，你打一辈子工也赔不起。听到了没有？啊，这拔一根羊毛，它比你的命都珠贵。赶紧起来，给2位家主磕头道歉，然后给我滚出去！方柔啊，原来我在你心里连一块破布都比不上，只可惜你错了。别说这小小的云州，就算是放眼整个人间，只要我霍天想做的事儿，还没人能阻拦。我说过，今日我就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悔不当初。来人，给我把他腿打断扔出去！住手！都给我让开！我看你们谁敢动他！这位美女，你们什么关系啊？他是我的男人。好啊，刚给我女儿离婚，就有了新欢了，你早就勾搭上了吧？哈！看着有几分姿色，我以为是什么大人，原来是跟这个废物一起混进来的。何坤是吧？连我的男人你都敢欺负，还不赶紧给霍先生道歉？要不然今天在场的我一个都不会放。哎呦，道歉？你凭什么啊？在这云城3大世家，除了赵家敢这么跟我说话，还有谁？姓霍的，你找个演员来装蒜，也不提前做功课。不过你找的这位美女呢，确实有几分姿色，一定是你从某个夜总会找出来的小姐吧？哎，美女，你出台一次多少钱呀？管好你的臭嘴！你他妈敢打我！你不过是一个夜总会陪酒的小姐，说句难听话，你就是一只鸡！你今天敢打我，你死定了！我打你又如何？通知何耀成，3分钟内给我滚到会场来。你演戏演上瘾了，他通知我爸过来，
方总，你的这个废物前夫和他找来的这个女人不错呀。再让他们这么闹下去，一会儿您和赵大小姐的签约仪式，我想都会出问题。霍天，你别再闹了。本来你混进会场，只要向大家道个歉就好了。可惜你为了自己的面子，还找了这样一个女人过来陪你演戏，还动手打了和尚，把事情闹到这个地步，我也帮不了你。方小姐，我看你压根儿就没想帮吧，因为在你眼里，什么都没有今天的签约重要。是又怎么样？我堂堂方氏药业的总裁，需要的是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，而不是一个处处闯祸的窝囊废。和尚，别跟他们废话了，赶快把他们赶出去。好。哎，等等，和尚，这男的打断腿丢出去，这女的嘛，留下来。曾叔，你这是看上了？怎么能这么说你曾叔呢？啊，不过这女的确实是有几分姿色，可以留下来玩玩。小妞，你跟着她一天多少钱？说个数，我给翻倍。今天晚宴结束就跟我回家，怎么样啊？曾家主好歹也是云州3大世家之一，平日里行事就如此下作吗？不过是个有几分姿色的野鸡罢了。你敢这样跟我说话，我告诉你，你可以去打听打听，能爬到我的床上，那是你的荣幸。还他妈在这儿跟我装纯，你装什么装？少在这儿装模作样。干你们这一行子，我给钱就能睡。这废物穷得很，攒了很久的钱才买了你一天。你跟了曾家主，一天就够你这一辈子。这样吧，我卖我曾叔一个面子，今天你只要赔了曾叔，你刚才打我的事儿，我就既往不咎。哎呀，我的何仙侄，你这份情，你曾叔记下来。听到了吗？今天你把我陪好了，说不定我还能带你见见世面。今天我们要见的可是云州第1大家族赵家的赵大小姐。赵家的地位之高，只要是云州人，没有人不知道。曾广军，我看你是找死！你他妈个直呼我的名讳！你这个贱女人，装什么装？我告诉你，我今天就要干你！谁他妈来了都不好使！你算什么东西？也敢动我霍天的女人？我告诉你，你胆敢再打她的主意，我一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我果然没有看错人。霍天，你疯了吗？为了这样一个身份卑贱的女人，连云州3大世家的家主你也敢打？方柔，你如今这么是非不分了吗？以他的所作所为，难道不该打是吗？你以为你攀上了所谓的世家权贵，只可惜他们在我眼里什么都不是。你以为今天是你一步登天、跻身上流社会的机会，可惜了，你错得很彻底。你个东西，还敢在这里装腔作势啊！一个窝囊废，一个陪酒小姐。今天我们在场的上百号人，全都是云州的达官贵族，身上随便一根毛都比你们贵1000倍、10000倍。你还敢在这里大闹会场？来人啊，给我把他们俩拖出去，往死里打！住手！在干什么啊？刚才徐秘书刚跟我打过电话，说赵大小姐马上就到了，你们还在这吵吵闹闹干什么？爸，您听我说，这个废物带着一只野鸡混进了会场，在这扰乱秩序。我正在教育他，他不光不听，还坐上了主桌，而且还玷污了赵大小姐男扮的那张主座。什么？连赵大小姐专门吩咐的座位他都敢玷污？这是哪儿来的混账东西？这是不想活了吗？爸，这个废物就是找死！他不光扰乱会场，而且还出手伤人，曾家主就被他打了。什么？今天是我何家最重要的日子，谁要敢在我何家的地盘上闹事，那就是找死！霍天，
何家主都来了，你还要执迷不悟吗？赶快跪下向何家主道歉，说不定我还能求情保你一命。你要再是冥顽不灵，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你。神仙难救，在我眼里，神仙还不算什么。你就是方柔。我看不清形势的人是你吧？你们，方总，认识这两个人？对不起啊，何家主，这位是我的前夫，上午刚跟他离完婚，他可能受不了这个刺激，不知道哪儿找来一个野女人，在赵大小姐的接风宴上大闹，还妄图毁掉我方家跟赵大小姐的合作。原来你就是这个闻名云州的废物赘婿啊！你好大的狗胆啊！哎呀，老何，这赵大小姐的接风宴是经过层层筛选才选到你们何家的酒店。哎，我们俩可都没有竞争过这么重要的晚宴。啊，你何家的安保就是这样吗？啊，难道你就没有把赵大小姐放眼里吗？老曾啊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啊，我怎么可能不把赵大小姐放在眼里呢？那既然这样，为什么还闯进来一条狗在这里张牙舞爪啊，把这宴会搞得乌烟瘴气？老何呀，你说把我打了，哎，这都是小事儿。但是万一一会儿冲撞到赵大小姐，赵家怪罪下来，我们云州的大小家族也要跟着遭殃。你说这笔账是不是要记在你何家的头上？行了，老何，赵大小姐马上就要到了，你还是赶快把闲杂人等都赶出去吧。诸位，今天是我何某疏忽了啊，我一定马上清理垃圾，一定不会让赵大小姐生气，好吧？啊，红儿，赶紧处理一下。废话，我不管你跟你身边这个女人是怎么溜进来的，我现在给你们俩一次机会，跪下来给我们全场人磕头道歉，我就让我的手下把你们俩腿打断再扔出去，要不然今天你们俩就得死在这儿。让我们磕头道歉，你说他们配吗？不知好歹的东西，就凭你没想让我下跪？哈哈，口气不小，你把自己当什么人了啊？我堂堂云州何家，难道没有资格让你跪下吗？当然不配。若是再加上我们云州钱家呢？还是不配。好，好，那就再加上我曾家，云州三大家族一起，你说，哎，还是不配。云州三大世家确实是威名显赫，也确实是可以一手遮天，只可惜对我来说，你们几个加在一起也不配。有点霸气，有资格当我霍贤弟的女人。你个臭，还蹬鼻子上脸了！今天我们云州三大世家家主齐聚于此，除了第一世家赵家，谁敢小视？我倒要看看你背后的仰仗是谁。该不会是这个废物窝囊废吧？来人啊！给我把他们俩腿打断！大小姐，何耀成应该已经赶到会场，您还有什么吩咐？吩咐？何耀成来了之后要把我的双腿打断，让我下跪，我哪敢吩咐他呀？什么？大小姐，你息怒，我就在楼下，现在立刻上来。那我建议你要快一点，你要是来晚了，可能就见不到我。死到临头了，还在这口出狂言。你们这群蝼蚁，真的想死吗？霍田，你还在发什么疯啊？你再这么胡闹下去，连我都会被受牵连。赶紧跪下认错，我还可以向何少替你求情，饶你一命。让我道歉，替我求情，饶我一命。方柔啊，你还真是好心。对呀，我告诉你，你别不识好歹。我看不识好歹的是你吧，方小姐。我的男人不需要向任何人认错，更不需要别的女人替他求情。既然你们这么有眼无珠，那我倒要看看，一会儿徐秘书来了，你们这群大人物是一个什么姿态？就你还认识徐秘书？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？他可是赵小姐的贴身秘书，
跟赵小姐一起出国留学回来的。现在呀，可是赵氏集团最有权力的人之一，连3位家主见了都得对他恭恭敬敬。你这个贱人，你要干什么？这是赵大小姐特意准备的位置，你们都敢坐？你们俩别想活着出这现场！我今天就看我坐在这儿，你们谁敢动？完了，这个野鸡竟玷污了赵大小姐的位置。这要是让赵大小姐知道了，她一定会动怒的，我们全部都会受到牵连的。后天，你既然如此执迷不悟，那我也帮不了你了。你们两个王八蛋！我再给你们俩最后1分钟，马上给我跪下道歉，自断双腿，滚出这个宴会厅！那我也给你们1分钟，向我们道歉，我就放你们一条生路。1分钟之后，要是徐秘书来了，那可就晚了。徐秘书，就你这样的野鸡也配认识徐秘书？只有像我爸这样的人物才有资格认识徐秘书。没错，居然敢打着徐秘书的旗号在这招摇撞骗，我看你们真是不知死活！诸位叔叔伯伯，你们都看到了，这2个垃圾先是冒犯赵大小姐，又冒犯徐秘书，是对赵家的不敬，是对我们3大世家的不敬，其罪当诛。没错，其罪当诛。没错，其罪当诛。好，既然大家都认可，那就请大家做一个见证。我何家作为赵大小姐接风宴的举办者，今天就由我何家将这2个狗贼诛杀。你们2个能同时被我们3大世家一起诛杀，也算你们死得其所。来人，给我把他们俩在这儿乱棍打死！都给我住手！徐秘书，您来了。云州3大世家恭迎徐秘书，恭迎徐秘书，恭迎徐秘书，恭迎徐秘书。徐秘书是赵大小姐手下最信任的秘书，一向做事雷厉风行。你们俩的下场只会更加凄惨。是吗？那我要看看我们下场会如何凄惨。不知死活！破天，你还不赶紧带着这个女人离开主桌？非要等到无可救药的地步，你才善罢甘休吗？这本来就是属于我们的位置，我们为什么要起身？徐秘书都已经到了，说明赵大小姐即将降临。你真的不怕死吗？一步错，步步错，难道你真的要一步一步走上更悲惨的绝路吗？步步错的人是你，别着急，待会儿你就会知道“后悔”2个字怎么写了。够了！你不过是一个一事无成的窝囊废，离开了方家，你就是烂泥一滩。说到底，你今天带着这个野鸡来扰乱现场秩序，不就是想破坏方柔和赵家的10亿合同，想破坏我为赵小姐举办的接风宴吗？我告诉你，你白日做梦！何坤，不要用你的眼界对我妄加揣测，因为你不配。霍天，你别装了。今天在座的皆为大人物，谁看不穿你那点小心思？霍天，我没想到你的心思居然如此歹毒，真是让我心寒。我知道离婚对你的打击很大，但我也给了你补偿啊，你反而不知道感激，不仅找了这样一个女人，而且居然想彻底毁掉我好不容易求来的宝贵合作。霍天，从今往后，我绝对不会再帮你求饶，我们之间再无瓜葛，从今以后恩断义绝。好一个恩断义绝呀！说什么心软求情，方柔，我看你就是怕影响你和赵家的10亿合作吧？何必装成这种有情有义的样子？你算了，他们这种出身卑贱的白眼狼不值得你心疼。今天他和他身边这个已经站到了整个银城的对立面，天王老子来也保不住你们俩。方总，你们方家的腾飞就在今晚，可不要因为一个废物自毁前程啊！说的没错，从商之人自然要懂得杀伐果断，方家能有今天的地位，你可要想清楚，
徐秘书已经来了，今天晚上没有任何人能够拯救这个局面，这个窝囊废死定了。他死了就死了，难不成你们方家也想跟他陪葬？包饶，你放心，我不需要你来救。从今往后，我的事情也不需要你来管。哼，霍天，真是无药可救。窝囊废，你还在这儿装？我告诉你，今天晚上谁也保不住你和你身边这个，赶紧给徐秘书下跪，束手就擒。要不是我今天来了，我还真是见识不到所谓的云州3大家族平时的行事风格，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。我原本以为你把方家带到现在这个位置，算你有眼界有能力。不过现在看来，你眼光还真是差。不过还是感谢你，把霍先生推到了我身边。笑死！一个没人要的废物，也就只有你这只野鸡才能看上。怎么着，当鸡当了这么多年，现在遇到真爱了。徐秘书，这2个人今天不光扰乱了会场，还玷污了赵小姐的专座。您放心，我们3大世家已经决定将此人诛杀，绝对不会影响到赵大小姐的晚年。扰乱现场，诛杀他们2人。没错，我们会将他们拖出去，乱棍打死，直到您满意为止。让我满意？我……徐秘书，您千万不要生气。您放心，我马上就安排人清理现场，一定会让您满意。都给我闭嘴！宣布吧。我宣布，方柔小姐和赵氏集团的10亿合作正式取消。什么？徐秘书，你是不是搞错了呀？没有搞错，这是赵大小姐的意思。徐秘书，这不能取消！现在整个云州都知道我们方家要和赵氏集团合作，这要是取消了啊，这所有的合作方他都会停止我们的合作，那我们方家就要破产了啊！徐大秘书还是生气了，不是赵大小姐生气了，肯定是因为这2人玷污了赵大小姐的专座，玷污了赵大小姐的接风宴，惹怒了赵大小姐，所以才取消了合作。合长，姐姐，帮柔柔想想办法。都怪这2东西。徐秘书，这次是我们家的安保做得不好，才把这2个废物放进来，还望您跟大小姐说一下，不要迁怒于我们。徐秘书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好不好啊？徐秘书，这里有500万，麻烦您跟赵大小姐说句话，给我们一个可以给她亲自道歉的机会。真是可笑！你把我徐超琼当什么人啊？还想妄图用这点钱收买？不用再求情了，这件事没有转圜的余地。女儿，我们怎么办呢？都是废物，这个贱女人！都是因为你们，我梦寐以求的合作毁了。你这个贱女人，凭什么做赵小姐的专座？你给我起来！你给我起来！放肆！谁给你的胆子，敢对她动手？徐秘书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呀？这个贱女人占了赵大小姐的专座，这徐秘书怎么还护着她？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也不算太晚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这怎么回事？这徐秘书怎么对这个女人这么毕恭毕敬啊？难道我们弄错了？这个女人是赵家的大人物，是赵大小姐的人，看她的地位可不在徐秘书之下呀。难道说的是赵氏集团的高管？难道你真的是赵氏集团的人？你总算是看明白了。方柔，本来这个合作呢，也不是冲着你来的，现在被取消了，也算是你咎由自取，你也不必再求情了。赵氏集团永远不可能再和你合作。哎呀，完了完了！原来他真是赵氏集团的高管，我刚才这么对他，我完了呀！
竟是赵氏集团的人，位置比徐秘书还要高，这不可能。哎呀，对不起呀，甄小姐，实在对不起您，刚才是我有眼无珠，我冒犯了您，求您不要和我一般见识呀，求您原谅我，也希望不要影响我们曾家和赵氏集团的合作呀。我们全家也一样，请您原谅我。哦，你们现在不打算乱棍打死我们吗？哎呀，这都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咱们是自家人，什么乱棍打死都是我家混账儿子胡说的，胡说的。你赶紧过来，给这位女士道歉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哎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您原谅我吧，我在这儿给您道歉了，哎，对不起。你怎么看？既然是瞎说的，那我们也不必在意。那道歉总得有一些诚意吧？哎，是，当然有诚意，当然有诚意，您尽管吩咐啊。那不如这样，你们三大世家就一起给我滚出云州！哎呀，小伙子，你这真会开玩笑啊！是啊，您这玩笑开的也……你们也配让我开玩笑？我是看在你们三家这么团结的份上，才让你们滚出云州。小子，饭可以乱吃，但话可不能乱讲。你想让我们三大家族滚出云州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三大家族在这云州至少也有100年之上了。单说我曾家，盘根在这云州也已经有7代人。想让我们滚出云州，小子，就算你身后的这个女人是赵氏集团的高管，那也是自不量力。不错，我们在云州打拼的时候，你小子恐怕还没有出生啊！你一句话就让我们滚出云州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我知道你是气不过，想找回点面子。没关系，你只要开出口，想要金钱还是权力，我们三大家族都能够满足你。看来啊，你们三大世家还是不明白得罪我的下场。我是看在你们诚心道歉，才让你们一起滚出云州。既然你们不想滚，想留在云州，留在故乡，那好啊，那你们就一起留下来。算你小子识相。我们大夏讲究一个落叶归根，如果你们都死了，全都葬在故乡，那也是合情合理。你们说是不是啊？你说这个话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王八蛋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要灭了我们三大世家？可笑，你还真是可笑。我们给你点薄面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，真是大言不惭，还想灭我们三大家族？就是，你不过就是一个被赵氏集团高管包养的小白脸而已，还真以为自己就是掌握着生杀大权的大人物呢。爸，这位叔伯根本不用在意这种垃圾的话，自己是个吃软饭的小白脸，以为自己什么是大人物。像这种社会底层的垃圾，根本不知道咱们三大世家在云州意味着什么。没错，霍天，你别发疯了。别说是你，就算是赵大小姐亲临，也不会说出灭了三大家族这种话。你没这个本事，就别发这种疯。你这样只会让大家瞧不起你。好啊，那今天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，我到底有没有这个本事。这种小事，我来解决就是。给你们1分钟，带着自己的家产离开云州，不然我就让你们三大世家全部破产，然后被赶出云州。大家不必慌张，就算他动得了1、2个人，他也绝对不可能动到咱们三大世家。没错，我告诉你，除非传说中有着长生殿背景的赵大小姐亲自出手，否则谁也别想把我们轰出去。对，别以为你在这装模作样，我们就会害怕。我们是给赵大小姐面子，你以为我们真的怕你？而你呢，为了这个窝囊废跟我们作对，那我们也不客气。你一个女人跟我们三大世家斗，你当真不怕死吗？既然如此，那就吩咐下去，让他们3家全部破产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吩咐下去，让他们3家全部破产。是。让云州3大世家破产，立刻！开什么玩笑！我们3大家族在云州根基何其深厚啊！仅凭你一句话就想……
装腔作势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说。家主，你快回来吧！突然来了一帮人，把曾家的资产清算，我们曾家破产了。你最多不过一个赵氏集团的高管，连赵家的人都不是，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什么？何家破产了？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让我们3大家族破产？让你们破产而已，很难吗？你们知道他是谁？他不过一个赵氏集团的高管，他还有什么身份？他就是云州第1家族赵家大小姐赵莹莹。去把珍宝阁那株千年蓬莱灵芝给取出来。大长老，100年蓬莱灵芝也是镇店之宝，更何况是1000年蓬莱灵芝啊！整个长生殿可只有1株啊，价值根本无法估量。再说了，赵家只是个凡人世家，有何资格得此重宝？云州赵家家主当年曾在我长生殿做了10年门童，现如今赵家女儿得到店主大人垂青，能为店主大人准备聘礼，是我等的荣幸。哪怕掏空长生殿所有珍宝，也不足惜。你准备一下，随我出发赵家，为店主大人恭贺新婚。是。不可能，她怎么可能是赵大小姐？赵大小姐怎么可能跟窝囊废在一起？霍天现在是我的丈夫，容不得你诋毁。这废物，他什么时候傍上了赵大小姐？这不可能啊！我也不知道啊，不可能。赵大小姐，你知道霍天是什么样的人吗？他就是一个窝囊废。我不需要你这种有眼无珠的女人告诉我霍天是什么人。可是他这种身份，他配不上您啊！是啊，赵大小姐，连我们方家都看不上的人，他怎么能配得上您呢？霍天现在是我的男人，我说他配得上，他就配得上。什么配得上？我们赵家可不认这样的女婿啊！这谁呀？派头这么大？赵志忠，云州第1大手，赵氏集团2房嫡子。虽然现在是赵氏集团的副总裁，但他是家中唯一的男丁，未来很有可能是赵氏集团的董事长。赵莹莹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敢背着家族和这样一个野男人私定终身，你让我们赵家的脸往哪放？赵知州，我的婚事还轮不到你来插手。是轮不到我来插手，不过爷爷已经帮你和上京薛家定下婚事，你该不会要违背爷爷的意思吧？什么婚约？我不认。不认？赵莹莹，你是在逗我笑吗？上京薛家执掌北方传承1000年，薛老爷子是长生殿隐退长老，薛家大少也是即将拜长生殿殿主为师，未来薛家成为大夏第1世家也不是没有可能。这桩婚事难道委屈你了吗？拜师长生殿殿主。店主，长生界消失多年，为了安抚人心，避免天下大震，我找了一个替身假扮店主。这是个最高机密，只有我和这4位亲信知道。这个薛家大少拜师长生殿殿主，就是拜的那个替身，替身也敢休托，有点意思。赵莹莹，不认这个婚约也可以，把执行总裁位子让出来，再净身出户离开赵家，自然没有人管你嫁给谁啊。凭什么？赵志忠，你别想觊觎小姐的总裁之位。我们赵家的事儿，什么时候轮到一个秘书来管了？赵知州，你过分了，总裁之位你不要妄想。还有，我自己的婚事我会自己跟爷爷说清楚。已经来不及了，爷爷已经跟薛家通知过了，薛少对你很满意，已经带着聘礼在来的路上了。告诉你吧，今天不仅是你的接风宴，更是你和薛少的订婚宴。什么？
爷爷怎么会给我随便定一个婚约呢？那什么薛大少的聘礼，我才不要呢！不要，你说不要就不要。薛大少的聘礼不要，难道指望这个废物给你聘礼吗？放心，我既然答应与你成婚，聘礼自然是准备的，等会儿就会送来。你一个被方家扫地出门的废物，哪来的钱买聘礼啊？不会还是我们赵大小姐给你出的钱吧？废物，我劝你赶紧跟赵莹莹离婚，她的对象可是上京薛家薛子敬，有10条命都不够你等的。薛家大少，整个薛家对于我而言也是蝼蚁一般的存在，我会害怕他一个纨绔子弟。张英啊，我说错了，你这个废物男朋友不是一无是处，他说大话的本事倒是我前所未见啊！哎，赵少，没错，他呀就是什么都不会，就会说大话。霍天，你别再发疯了，你知道吗？上京薛家那可是多么恐怖的存在，你这话要是传到他们耳朵里，你一定死定了。行了，何家那个谁，赏你个办事的机会，把这个废物打残了扔出去，等会儿薛大少来了，别脏了他的眼睛。哎，好嘞，保证办得漂漂亮亮。来人，住手！你们都没有资格动他。我跟霍天已经领证结婚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跟他已经结婚了，我现在是有夫之妇，不可能再嫁给那个什么薛子敬。王八蛋！赵莹莹，你疯了！这个废物连给我赵家提鞋的资格都没有，你居然敢跟他私自结婚？你是不是想死啊？赵少，您行动，赵少，滚！薛大少即将就位，要是被他知道看中的你被一个垃圾寄足先登，我们整个赵家都会遭殃的。这大麻烦了！什么麻烦我都会自己承担的。自己承担？废物！我劝你赶紧跟赵莹莹分手，否则待会儿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这是我自己做的决定，跟他无关。有什么事儿你就冲着我来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这维护着这个废物？我看待会儿爷爷来了，你怎么死？别担心，这小小的人界，只要你不想做的事情，就没有任何人能够强迫你去做。薛家蝼蚁一般，根本不用害怕。霍天，你是在开玩笑还是在吹牛啊？薛家这种存在，连我都害怕，你真的不怕吗？算了，我在想什么？这种事情我还是不想连累你。你快走吧，所有的事情我自己承担就好了。没事了啊！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在很多年前，我就已经没有害怕这种情绪了。更别说在这小小的人间，只有别人害怕我不会害怕任何人。你说这话也太夸张了，你先把我放开吧。莹莹，你是我霍天的女人，谁都不需要害怕。戴上这枚戒指呢，从今往后，没有任何人会伤害你。什么戒指这么厉害？赵老爷子到！怎么回事？我感应到长生界又有异动。大长老，怎么了？没事，加速前进，尽快把店主的聘礼送到。是。赵老爷子到！爷爷，您可算来了，大事不好了！赵家家主赵老爷子都来了，霍天这小子今天算是死定了。不知道他怎么哄骗的赵大小姐，不过像他这样一无是处的人，只始终包不住火。不管他怎么伪装，总有一天都会被戳穿的。这种废物妄想翻身，活该他倒霉。什么大事不好了？胡说八道！今天可是我们赵家的好日子，薛家大少薛慈敬看上了莹莹，今天就是我们赵家迈出云州，登临大夏顶级家族的开始。爷爷，你真的跟薛家定亲了？没错，今天不仅是你的接风宴，也是你的订婚宴。待会儿薛慈敬就会带着聘礼过来提亲。薛家老爷子可是长生殿的长老，薛慈敬更是日后要拜长生殿主为师。莹莹啊，你日后肯定也是长生殿中人。对你来说，是一步登天呐！
爷爷，这一步登天，恐怕是悬喽！混账！你胡说什么呢？爷爷，您有所不知，我这好堂姐不想嫁给薛大少，已经自己找了一个野男人了。什么？女儿，他是谁呀？伯母您好，初次见面，我叫霍天。我不管你叫什么，赵莹莹，我不管你为什么找这个废物当挡箭牌，但这件事儿没得商量。趁薛少还没到，你赶紧滚！爷爷，他不是什么挡箭牌，也不是废物，我是真心喜欢他的。喜欢？身为赵家的大小姐，喜欢有什么用？像他这种废物，根本不可能当我们赵家的女婿。你赶紧给我滚！爷爷，让他滚恐怕是来不及了。他们俩呀，已经领证了。什么？志正说的可是真的？是，我们已经领证了。混账！赵莹莹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跟私自和这样一个野男人结婚！他浑身上下有哪一点能和薛家少爷相比呀？老爷子，莹莹能看上的人，说不定不比薛少差。咱们还是听听莹莹怎么说吧。大伯母，您可真会说笑。您这新女婿之前是做什么的？你知道吗？哎，给他讲讲。老爷子，这个霍天是方家的上门女婿，之前一直被方家养着，今天被方家一脚踢了出来，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，又骗了赵大小姐，如今想吃赵大小姐的软饭。没错，之前他在我们家呀混吃混喝，一无是处。霍天，你别再做去赵家吃软饭的美梦了，连我们方家你都不能入赘，这赵家能接受你吗？混账！区区一个方家都不要的废物妻婿，你居然能看上他？小子，趁着薛少还没到，你现在立刻就去跟莹莹离婚，否则你只有死路一条。赵老爷子，如果是莹莹要主动跟我，那我随时可以跟她分开。但如果不是的话，任何人都没有资格说三道四。混账！你居然敢这样跟我说话！霍天，你别冲动。爷爷，对不起，你先别生气。别生气，你和这么一个底层垃圾在一起，连一份像样的聘礼都拿不出来。我看你不是想气死爷爷，你是想把赵家所有人都气死。聘礼算什么？我早都说了，我已经准备了这个世上最好的聘礼，马上就会送过来。好大的口气呀！娶一个方家妻婿，也能拿出最好的聘礼？以你的眼界，这什么是好啊？那如果我拿出了让你满意的聘礼，你是不是就同意我跟莹莹的婚事？哼，井底之蛙不知天高地厚。今天我就要让你开开眼。来人，把我给莹莹的嫁妆抬上来。今天要是你的聘礼能比莹莹的嫁妆值钱，我就同意你们两个结婚。好，赵老爷子，这可是您说的，一言为定。没错，不过要是你的聘礼没有莹莹的嫁妆值钱，那你就是在戏耍老夫。到时候你可别怪老夫把你丢到海里，你别怪老夫心狠手辣。霍天，没事。10分钟，把我的聘礼送来。是，店主，请您放心，我等马上就到。快加速，10分钟之内务必赶到赵家。是。哼，装腔作势，你还真以为你能送什么聘礼？在赵家主的面前演戏，我看你这废物是死定了。事已至此，霍天，你还要演戏？我看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你这条命就这么不值钱吗？方柔，你不必为我担心，你慢慢看着就好。那些原本属于你的聘礼，可惜啊，现在都不是了。冥顽不灵，自讨苦吃，谁也救不了你。废话少说，把我赵家的嫁妆呈上来。极品和田玉观音一尊，赵氏集团50亿股权转让书一份，蓬莱仙草一株。蓬莱仙草，跟王母娘娘蟠桃一样齐名的蓬莱仙草。和田玉观音，这太珍贵了。还有这价值50亿的赵氏集团的股份，真是大手笔呀！这就是赵家的实力吗？不过，蓬莱仙草是什么？我还真没有见过。什么？蓬莱仙草？
这种项目都能拿出来？何少，这蓬莱仙草是什么呀？赵家50亿的股份都没有它值钱吗？蓬莱仙草是不可以用金钱衡量的，它象征着权势和地位，只有长生殿才能送出，而且长生殿100年也就送出区100株，要是真的论价值的话，估计得上百亿。关键是你有钱也买不到。没错，这就是长在蓬莱灵芝周围的蓬莱仙草，吸收了蓬莱灵芝的灵气，吃下之后可以玉骨冰肌，延年益寿，而且是人间最大势力长生殿才有的此物，多少人有钱都买不起。是啊，这也就是赵家，连这种传说中的宝物也能拿得出来。不错，长生殿也是看在当年老夫在门外当过10年门童，和长生殿也算是有些缘分，看在这关系上，才有资格得到这蓬莱仙草。废物，这就是我们赵家的实力，薛家的实力只会更加恐怖。你还是好好想想怎么死比较痛快吧。就这点东西啊，在我眼里啊还不够格。不够格？废物！你是不是被冲昏头了呀？蓬莱仙草乃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，岂是你这种下等人所能明白的？就这么一根破草，也值得你们这么吹捧啊？霍天，你别说了，这蓬莱仙草确实难得，我们赵家能得到它是三生有幸。爷爷，就这点沾了灵气的野草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等我们结婚以后，我们的花园全都种上。好大的口气！老夫活了这么多年，今天才算是真的开眼了。你一个方家弃婿，如果不是老夫开恩，你这辈子都没机会见到蓬莱仙草。谁给你的胆子在这里大放厥词？我确实没见过什么蓬莱仙草。霍天，你能不丢人了吗？连见都没见过，还种一花园，长生殿都不敢说这样的话。因为你们这所谓的蓬莱仙草根本不配入我的眼。都说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你这个废物，死到临头了，嘴还是那么硬。这蓬莱仙草象征着和长生殿的关系，多少大人物跪求多年都求不来半株。你这是在对长生殿不敬。小子，既然你说蓬莱仙草都不配入你的眼，那什么能入你的眼呢？那至少也得是那蓬莱灵芝。你个废物，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蓬莱灵芝非至高无上者，非位高权重者，连见都没有见过。放眼整个云州，也只有我爷爷当年亲眼见过一次。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儿，当年也只是远远的在长生殿外见过一次，光是远远的闻到蓬莱灵芝的鲜灵气味，感到眼受不少啊。看来赵老爷子很喜欢这蓬莱灵芝啊！你要是这么喜欢的话，我叫人送过来就行，保证您能长命百岁，长生不老。霍天，你不能拿蓬莱灵芝开玩笑。哼，你这个废物，竟敢拿蓬莱灵芝开玩笑！知不知道，蓬莱灵芝乃是长生殿的仙物，多少国主想要都得不到的。我赵家世代效忠长生殿，容不得你这个不知死活的小子对蓬莱灵芝不敬。行了，也不必跟你这种不知死活又满嘴胡话的废物多说了。来人，把他绑了，扔海里吧。怎么，赵老爷子不想等到我的聘礼来，还是你不想要这蓬莱灵芝了呢？话说回来，这所谓的蓬莱灵芝，在仙界就如同野草一般，也就是这人间没什么天才地宝，所以才还有事。哼，你这废物还真是满口大话呀！敢说蓬莱灵芝是野草，你这口气比长生殿长老的口气都要大。莫不是你把这山上的野蘑菇当成蓬莱灵芝了吧？小子，我告诉你，蓬莱灵芝的珍贵可不是你这种身份的人所能想象得到的。行了，不必多说了，我的聘礼马上就到，你们看着就好。聘礼到，极品帝王绿玉佛1尊，价值100亿合作书1份，东海蓬莱灵芝1份。这真的把蓬莱灵芝送过来了？这不可能！结婚5年了，他只是一个一无是处的无能废，他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聘礼？更别说这蓬莱灵芝，
这无价之宝。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有蓬莱灵芝？这样的话，他的身份比赵家还要高。这些东西肯定是假的。可这玉佛看着的不像是假的呀。不可能，就算其他的是真的，这蓬莱灵芝一定是假的。蓬莱灵芝每100年才产1株，各国国主都抢不到，而他凭什么会有？赵老爷子不是见过蓬莱灵芝吗？让他看看是真是假，不就完了？我当时也只是远远的看了一眼。这味道，没错，没错，闻上一闻，神清气爽，益寿延年，这确实是真的蓬莱灵芝啊！霍天，你真的送来了蓬莱灵芝啊？什么？爷爷，这是真的蓬莱灵芝，您没看错吧？赵知州，你还敢质疑爷爷？错不了，绝对错不了，这味道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莹莹，除了长生殿的人，普通人很难接触到蓬莱灵芝。你找到这个霍天到底是什么身份？不，我也不知道。难道他是长生殿的人？难道是我有眼无珠？霍天他真的是个身份不凡的大人物，可是这怎么可能呢？我不相信！不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可一个穷鬼，他怎么能拿出那蓬莱灵芝呢？这里面一定有问题！能拿出蓬莱灵芝？天哪！难道他真是长生殿的人？而且即使是在长生殿里，也是1等1的大人物啊！姐夫，刚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。您把刚才那事忘记，能不能给我1株蓬莱灵芝？啊，不，普通的蓬莱仙草就行，1根。我说你小子变脸比翻书还快呀！后天，你这蓬莱灵芝是从何而来呀？霍天，你到底是什么人啊？其实这蓬莱灵芝为什么只有半株啊？半株？这长生殿送礼这么寒碜吗？半株也就足够了。我赵家能有半株蓬莱灵芝，也就3生有幸了。对，有着半株蓬莱灵芝，我们赵家就已经蓬荜生辉了。姐夫，你是我亲姐夫。蠢货，这声姐夫你喊错人了。上京薛家大少薛子敬到。你们这些人真有意思，居然把我薛子敬送的东西说成是别人送的。薛少，有失远迎啊！你说这些东西是你送的？当然，在场除了我，谁还能拿出蓬莱灵芝这种宝贝？啊，这东西是薛少送的！王八蛋，你敢骗我们？霍天，我真是服了你了！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呀？冒领别人的聘礼，你还要丢脸吗？像你这样的男人，还不如去死了！我就知道，会把我们家柔柔和他离婚了，不然的话还把老娘给气死！混账东西！我就说这么一个废物，怎么可能拿出这么贵重的聘礼？大的狗胆，连薛少的聘礼你都敢冒认！霍天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惹大麻烦了！莹莹，你别担心，我就说长生殿不应该如此敷衍，我的聘礼怎么能如此简陋？你放心，聘礼马上就会到。莹莹，我送的这些聘礼，你可还满意？薛家大少薛子敬果然风度偏偏与众不同。这就是执掌北方的上京薛家公子。看看人家薛少，这才是有那大人物的样子，不像霍天那废物，又穷又能装。人家薛家不但有长生殿的背景，那薛少还拜人家长生殿殿主为师了。这将来以后也是站在大夏之巅的大人物啊！大夏之巅，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。今日终于有幸见到薛公子了。哎呀，女儿啊，你可不能这样想。他光荣幸这可不行啊！在云州啊，所有的世家都加起来，还比不上人一个小指头呢。那高高在上的赵大小姐，这又算什么呢？你呀，要是能让薛少当你的老公，咱们还巴结那小小的赵家干什么呀？赵小姐为何一句话也不说？难道是对我的聘礼不太满意？我说你这个人还真有意思呀！这么没用的东西，你拿出来送礼也就罢了。
还好意思问别人满不满意？薛子敬，你确实让我大开眼界。你算是什么东西，也敢对我薛子敬评头论足？哎，薛大少，您别生气，这他妈就是一神经病！刚才冒领您的聘礼，现在又因为这个恼羞成怒，我们这就叫人把他收拾了。我冒领他的东西，就这点东西，哪点值得我冒领？听你的意思，是看不上我送的聘礼啊？那不知道你打算送什么宝物？我当然看不上，蓬莱灵芝至少也要是1000年的，区100年灵芝还是半株，对我而言，狗屁都不是。很好，我上京薛家准备聘礼，甚至不惜拿出半株100年灵芝来，没想到却被一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贱民给瞧不起了。赵老爷子，你安排一个人在这儿侮辱我们，是看不起我上京薛家，还是看不起长生殿？薛少，您别生气，您放心，我们赵家一定不会放过这小子，一定会给您一个交代。霍天，还不赶紧跪下，薛少道歉！我道歉？薛子敬，你怕是不知道我是谁？那我就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霍天，是赵莹莹的合法丈夫。我劝你赶紧把你这些垃圾玩意儿给我带走，我的妻子不需要也看不上你这些不入流的聘礼。好，很好，我薛子敬看上的女人，你也敢捷足先登？赵莹莹，你找这么一个底层的贱民来当挡箭牌，有考虑过他的命吗？薛子敬，你不能伤害他。我当然不会伤害他，这种底层的贱民我是不会动他的。赵老爷子，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赵家的地盘上，人你自己处理。薛少，让这种垃圾乱了您的眼睛，是我们赵家的不对。这是你们何家的地盘，动手吧。赵少、薛少放心，这个人我已经忍他很久了。霍天，最终你还是落在我的手里。今天我要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今天我要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何少，方柔，都这个时候你还为他求情，你不跟他得罪都是些什么人？霍天，我告诉你，等你死了，我会替你好好照顾方柔，我保证让他爽的很快就会忘了。儿子，谁给你的勇气让你这么跟我说话？你敢伤我儿子，我要你的命！这废物怎么这么能打？以前完全不知道啊！霍天好像不是以前那个霍天了，短短的时间好像变了一个人。妈，我跟他离婚，是不是做错了？这怎么可能呢？这能有什么错？有错也就怪他错。这个社会现在就是讲权力和背景，他有权吗？他有钱吗？那他除了会打，充当就是当个打手，早晚就会被人打死。霍天，你别冲动。你放心，随手拍死一只苍蝇，怎么能算是冲动呢？你这废物想干什么？难道还想打我？你慌什么？就是心眼。没想到你还是个练家子。可惜了，能打有个屁用啊！我长生殿最不缺的就是绝世高手。这样吧，我薛子敬也是个爱才之人，看你这一身功夫也不赖，只要你乖乖跪下来给我磕头道歉，再从我胯下钻过去，然后认我为主，老子就可以免除你的一切罪罚，然后再许你一生的荣华富贵，成为人上人。薛少，您居然愿意给他这样的机会？那是自然，作为上位者，最重要的就是胸襟。对于这种底层的贱民来说，我们要给他一点机会，何必非把他弄死呢？别看他刚才嚣张的很，可若是真有一个一步登天的机会，他就会乖乖的像一条狗一样跪在我面前。不错，不错，不愧是上京薛家的继承人，薛大少如此胸襟，老夫佩服。霍天，还不赶紧跪下，认薛少为主！如此大的机会，这个乡巴佬怕是扛不住了。可惜了，今天没法弄死他。
这混蛋居然还傍上了薛少，真可恶！虽然这样有些丢脸，但是能成为薛少的奴仆，也是一个成为人上人的机会。估计霍天也只能跪了。赵云耀，待会儿你就会看到你精心挑选的老公，为了一个一步登天的机会，像一条贱狗一样跪在我面前。到时候你就会明白你的选择是多么愚蠢，忤逆老子又是多么愚蠢。霍天，一步登天？没错，给我薛子敬当奴仆就是一步登天。这也将是你人生中唯一一个机会，也是你祖坟上冒青烟的唯一机会。薛子敬啊，坐井观天不是你的错，但是你在我面前妄言一步登天，可就是你蠢了。你知道你这种蠢货，我到底有多厌恶？你在说什么？我说什么你听不懂？啊，也对，你这种蠢货怎么会懂呢？那我就只好换种你能懂的方式。你怎么敢？薛少，你没事吧？滚开！你他妈敢打我！小小云州，居然有如此不知死活之人！我看不知死活的人是你，我不打你，你怎么能知道自己到底有多蠢呢？霍天，你简直狗胆包天！你打了薛少，得罪了薛家，这会给我们整个云州带来灾祸。赵老爷子，您是莹莹的爷爷，我对您客气些，你不用畏惧他们区薛家，只要我愿意，你们赵家可以随时取代薛家。什么？赵家取代薛家？你这个混账东西！知不知道你在胡说什么？就是，你什么身份地位啊？也敢说这种话？能和薛家联姻，已经是我们赵家求之不得的机遇。薛少，您可千万不要听这小子挑拨离间。是不是挑拨离间，就要看你赵家是怎么做的了，是吧，赵老爷子？哎，薛少，我知道。来人！快来人！爷爷不要，霍天他也是为了我好，所以才动手的。薛少，对不起，我替霍天向您道歉，还请您不要跟他一般见识。闭嘴！今天不收拾他，我们整个赵家都要跟着遭殃。来人，给我狠狠的打！快跟上！终于到了。赵老爷子，你想动手也不用急，先看过我的聘礼再说。混蛋！聘礼？你说了这么久，你的聘礼在哪里？到。龙血帝王绿极品翡翠山一座，价值1000亿合作书一份；南非最大金矿兰德金矿一座；长生殿镇店至宝，1000年蓬莱灵芝一株。这些都是霍天送的聘礼。哎呦，这每一件都价值连城啊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龙血帝王绿，这可是玉石中最罕见的存在，还是这么一大块，做成了翡翠山，这简直是太奢侈了！1000亿合作书，1000个亿，这也太大手笔了吧！我们整个赵家还没有1000亿资产呢。南非兰德金矿，这是地球上最大的金矿，这也能拿来当聘礼吗？1000年蓬莱灵芝，长生殿镇店之宝，这怎么可能？这灵芝可是1整容，比薛少送的一半还大1倍不止呢。霍天，这些都是你准备的？没错，这都是我给你准备的聘礼，怎么样，还满意吗？不可能，我不信，你明明就是一个窝囊废，怎么可能拿得出这么多东西？这些东西都可以打造出一个跟上京薛家相媲美的顶级家族了。你不信，方柔，接下来还会发生更多你不信的事情，你就慢慢看。可是你千万不要后悔，因为这都是你自己的选择。我自己的选择？小子，单凭这一份合作书，我就可以断定，你送的这些所有的聘礼，全都是假的。赵老爷子，自己好好看看。什么？长生殿1000亿合作书，署名独孤大长老。小子，
你若是找了别的集团的合作书，兴许我还能会被你唬住。可惜了，你居然胆敢冒充长生殿的合作书，甚至冒充独孤大长老的书，简直就是自寻死路！你怎么就确信这合作书是我伪造的，而不是独孤大长老送过来的呢？独孤大长老乃是长生殿的大长老，地位仅次于我的恩师长生殿殿主。他老人家才是人世间当之无愧的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所以，独孤大长老是不可能为我送来合作书的，是吗？当然不可能，小子，你别在这白日做梦了。我爷爷曾经是长生殿的外门长老，虽然现在已经退位，但依旧实力尚存。尽管如此，我薛家依旧没有办法跟长生殿合作，而你，一条可怜的贱狗，你凭什么？确实，长生殿极少插手俗事，怎么可能为了你一个小小的毛头小子送来这么多贵重的聘礼？爷爷这么说的话，这些东西难道都是假的？当然是假的了，赵老爷子，你曾经在长生殿也当过10年的门童，你自然知道，这1000年的蓬莱灵芝对于长生殿来说意味着什么。1000年蓬莱灵芝，那是长生殿的镇店至宝，绝对不可能送人。小子，枉你还花了大钱找了一株假灵芝来护，不过可惜了，虽然个头不小，但是一无所知。你还真是有眼无珠啊！这份合作书是真是假先不论，赵老爷子，你不是见过真正的蓬莱灵芝吗？去看一眼，真假便知。哼，我见棺材不落泪。真正的1000年灵芝，当年相隔100米，我都能闻到一股沁人心脾的香味。可你的这种所谓的灵芝毫无香味，我看这不是你从哪个角落里挖出来的破蘑菇，根本一文不值。什么？真是假的？我天，这确实，刚才薛少送的那半支，闻起来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，而你这株，一丝一毫的气味都没有。我早知道，那居然送假货！火天，哎，你能不能再丢人一点啊？啊！果然是假的，蠢货！这下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们还真是愚昧无知啊！这100年份的蓬莱灵芝尚未完全成熟，灵气外泄才会被你们所闻到，而真正的1000年蓬莱灵芝，灵气凝聚，丝毫不会外泄，所以根本就闻不到。薛大少，你这半株100年份的蓬莱灵芝，因为保存不到灵气外泄，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，还好意思当礼拿出来送，才是真正的丢人现眼。你放屁！你这个底层的贱民！你见过真正的蓬莱灵芝吗？老子这半株100年蓬莱灵芝，乃是当今人间至尊长生殿殿主亲自赏赐给我的。竟然是店主亲赐！一直传闻薛少即将拜师店主，看来都是真的了。没想到这长生殿的店主竟如此看重薛少啊！就连这无价之宝都馈赠于薛家。女儿，你看看人家薛少多厉害呀！啊！切，赵莹莹那小贱人，就是还不愿意嫁给人家薛家，真是的。女儿啊，你可得把握好机会啊！长生殿的之徒，这真的太厉害了。霍天，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？还不赶紧给薛少磕头认错？我给他磕头道歉。方柔，你是不是想借踩我来抱薛子敬的大腿？我告诉你，可千万别抱错了，到时候有你后悔的。你还要无理取闹到什么时候？美女，像他这种垃圾呢，不识好歹是正常的。你也不用劝他，因为这种垃圾压根儿就不会脸强。我看你也挺识趣的，等我收拾完这个垃圾，倒是可以赏你一个一步登天的机会，就是不知道你能不能把握得住了。倒是可以赏你一个一步登天的机会，就
就是不知道你能不能把握得住了。把握得住，把握得住，是不是啊，女儿啊？小子，你不光冒充独孤长老的签名，居然还拿这么一个黑黢黢的垃圾来糊弄我，简直就是罪该万死啊！薛子敬，我劝你乖乖的把那个灵芝放下，不然等会儿弄坏了，你全家的命都赔不起。威胁我？就这么一个破玩意儿，老子弄坏又能怎么样？啊！找死！胆敢损坏长生殿至宝，找死！这谁呀？竟然敢打薛少？不知道，看起来来头不小。您难道是柳冰大人独孤大长老的侍女？什么？独孤大长老的侍女？那他身后岂不都是长生殿的人？他们怎么会突然降临我们赵家呀？柳冰大人，你为何要打我？你对长生界的聘礼不敬，对长生殿的镇殿之宝蓬莱千年灵芝不敬，难道不该打吗？你是说，这灵芝是真的？这是独孤长老送来的？当然。我奉独孤大长老之命，前来为赵家大小姐赵莹莹送上长生殿聘礼，预祝赵小姐新婚大吉。什么？这些聘礼是真的？独孤大长老亲自下令送来的？我们长生殿送出的东西，还能有假不成？不敢，不敢，实在是这聘礼太过惊人，我们一时不敢相信，还请柳冰大人不要计较。爷爷，这些聘礼都是真的，那霍天到底是什么大人物？不可能啊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不相信。霍天，这些都是真的。当然是真的，我从来不说假话，我对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。小子，长生殿主送出来的东西，就你也配？我相信这一定是我的恩师长生殿主知道我要与你们赵家联姻，所以命独孤长老特意送来聘礼。刘斌大人，弟子薛子敬谢过师尊。原来如此，殿主大人出手果然不凡。这些聘礼随便挑出一件，都能培养出一个顶级家族。薛少，看来真是受殿主青睐呀。是啊，连镇殿之宝都送上来了。薛少果然受宠，等将来登上世界之巅，接管长生殿也大有可能。这才是真正的男人。姐夫，你也太牛逼了！有你撑腰，我在大夏那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。等到师傅向天下昭告我成为他弟子的时候，整个天下，哦不，整个人界，谁敢动我薛子敬？你们是不是误会什么？柳冰大人，我们没有误会，是这个叫霍天的人妄图和薛少抢女人，还狗胆包天冒领殿主大人送来的聘礼，简直罪无可赦。还请您代表长生殿诛杀此贼。闭嘴！这柳冰大人怎么会打赵芷舟呢？你不过一个小小赵家后辈，也敢指使柳冰大人，还不赶紧过去给柳冰大人赔礼道歉？柳冰大人，对不起，小的一直胡言乱语，还请柳冰大人原谅。行了，柳冰大人看在我跟我姐的面子上，是不会为难你的。滚下去了。还有你，废物！现在柳冰大人已经到来，就凭你那点三脚猫的功夫，柳冰大人一招就足以把你打死，还不如赶紧跪下认我为主。否则的话，薛子敬，你好像搞错了一些事。独孤大长老送来这些聘礼，不是因为柳冰大人说笑了，不是因为我，还能因为谁啊？霍先生，长生殿聘礼已到，恭贺霍先生和赵小姐新婚快乐。什么？这些真是霍天送来的礼物？这些礼物都是我们赵家的啦？难道霍天是什么大人物？连长生殿的长老都要巴结他呀？霍天，这可是长生殿的礼物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长生殿算什么？只要你想，在我们大婚之日，别说是人间，6道3界当中，全来祝福，
也就是一句话的事。这怎么可能啊！啊，这废物在我们家这么多年，除了洗衣做饭，哼，他要是真的认识独孤大长老，这人世间一人在下万人之上的大人物，哼，他怎么还这么窝囊啊？难道我真的看走了眼？哼，霍天的身份比薛少还高吗？我薛家乃是堂堂一流家族，却从未见过此号人物，他根本就不可能是什么大佬。长生殿中能够有资格跟我说话的，也就只有独孤老头。至于你们薛家，在我眼里连蝼蚁都不属，根本不配知道我的消息。王八蛋，你侮辱我薛家也就算了，居然还敢侮辱长生殿，老子弄死你！薛子敬，想死吗？有病啊！你他妈有病啊！你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侍女，而我爷爷乃是长生殿的隐退长老，我姐姐是长生殿独孤大长老的亲传大弟子。再说我自己，我他妈是长生殿殿主的弟子。老子给你脸，你他妈别太狂了！薛子敬，你这是为你们薛家招惹灾祸。招惹什么灾祸啊？你口口声声说替独孤大长老过来送礼，可若真是独孤大长老送礼，我薛家为何一点消息都没有？因为你们薛家不配知道。你他妈给我闭嘴！老子待会儿再收拾你。柳冰啊，无话可说了是吧？我看这一切都是你在狐假虎威，借用大长老之名过来给这个废物站台。说他到底跟你是什么关系？还是说他就是你在外边养的小白脸？薛子敬，你当着霍先生的面瞎说什么呢？你再这样下去，不管是你爷爷还是你姐姐，都保不了你。在这废话什么？我爷爷跟我姐姐保不住我，那我的师傅长生殿殿主能保得住我吗？真是愚蠢至极，还长生殿殿主？你知道霍先生什么身份吗？刘斌，你好大的胆子啊！刘斌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他这个废物人是什么人？姐，你总算来了，你可得替我撑腰啊！什么？这就是薛少的姐姐薛子娟，这可是长生殿独孤大长老的大弟子，哪怕在长生殿内都是备受尊崇的人物。薛师姐，刘斌，你好大的胆子啊！居然敢假借独孤大长老的名号，把殿主大人赏赐给我弟弟的聘礼送给这么一个废物，你是不是想死？不是的，薛师姐，霍先生他是……还敢顶嘴，简直不知死活！待会我师尊就到，此时我一定会如实禀报，犯此重罪，你就等着被打入长生殿的大牢，受尽刑罚吧。你不要担心，等一会儿独孤老头来了，这一巴掌的羞辱，我会让他百倍奉还。你先去机房休息。独孤老头，你人在哪儿？殿主大人，您的聘礼我已让柳兵送去。长生宴前置提档，我正在筹备，广邀各方人物。虽然仓促，但也要让长生宴尽可能配上您的身份。什么宴都配不上我的身份。10分钟之内，你立刻给我滚过来，带上你所谓的店主，不然，你的好徒弟可要找我的麻烦。什么？店主大人，您息怒，您息怒，我立刻赶到。好大的胆子啊！居然装到我师尊头上了！我现在给你个机会，跪下，老实交代你和柳斌那个贱人的关系。在你还没搞清楚状况之前，你就敢在我面前如此嚣张跋扈，你就不怕等独孤老头来了，让你跪在我面前痛哭流涕，求我饶你一命？我求你？这是天大的笑话！我是师尊座下的大弟子，我薛家可是深受殿主大人的青睐。我告诉你，今晚长生殿就要在此举办100年一次的长生宴，殿主大人将会在此昭告天下，正式出山。我很想知道，待会我长生殿大人物云集，你这个蝼蚁有什么实力和底气，让我给你跪下求饶？姐，不用管这个废物，今天晚上真的要在这儿召开长生宴？没错。这就是长生宴的邀请函，非位高权重者不可得，非绝世无双者不可得，非人间巅峰者不可得。姐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
这算什么厉害？长生宴突然在今晚召开，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在这小小的南方云中，但是你也知道，长生殿苏氏4大家族各掌一方，我们薛家掌管北方，王家掌管南方，所以今晚的长生宴由王家负责。姐，你说的王家该不会是我兄弟王天行他们王家吧？不错，今晚长生宴确实是由王家负责的。等会儿他们就会来人清场了，只有持邀请函的人才能够参加长生宴。很快，站在这人间巅峰的顶级权势的人物们都会纷至沓来，亲自恭迎店主大人。长生宴，哎呀，这是长生殿近100年都没举办过长生宴了，没想到今晚让我们遇上了，这可是天大的机遇呀！可是爷爷，我们赵家有资格得到邀请函吗？邀请函？这，哎呦，长生宴了，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可以见到这世界上所有的顶尖大人物了。全球的顶尖大人物，可是我们有资格参加这个长生宴吗？长生宴这么隆重，我们云州只是一个小城，怎么会在我们这儿举办呀？当然是因为你啊。没事，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我来告诉你，这长生宴能在这小小的云州举办，完全就是因为我。薛少，此话怎讲啊？今天本来就是我的订婚宴，而长生店主将长生宴定在这小小的云州，自然是为我站台人间。你说会不会今天的长生宴上，店主会向世人公告，收我薛子健为徒，说不定还会传授我未来店主继承人的位置啊！弟弟，你说的没错，确实有这个可能。什么？这长生宴是为薛少而办？薛少要一步登天了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，女儿，这是一步登天的机会呀！哎，咱不说做薛夫人，咱就是让薛少宠幸一晚上，这也是万千女人都击破脑袋的荣幸啊！哎呦，说什么？放心，我会给你这个机会。我天，如果薛子敬真的拜师店主，我们该怎么办呀？怎么办？赵莹莹，老子给过你机会，可惜你自己抓不住，你也失去了即将进入我薛家家门的机会。他妈在笑什么？我笑你薛大少不仅人蠢眼瞎，而且做白日梦的功夫还十分了得。就你还想成为下一任长生殿殿主？你也不照照镜子，看看自己到底配不配？你他妈的给老子闭嘴！你一个小小的人物，居然还在这跟我嚣张！本少忽然有那么一点儿不舍得就这么弄死你了。我会让你这种卑微到尘埃里的贱民，亲眼看着老子走上高位。事后等长生宴结束，我会当着你的面好好玩你的前妻啊！对了，还有赵莹莹这个贱货，等老子玩爽了，再一点一点的把你碾碎。我劝你最好不要打他们2个人的主意，不然不光你会死得很惨，你们薛家所有人都会为你陪葬。你他妈听不懂人话是吧？老子即将成为长生殿殿主的继承人，而你就是一只蝼蚁，只要我想，随时都可以把你碾死。对不起，薛少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带他来的，跟霍天无关，要不然你就放他离开吧。滚一边去！老子即将是人世间至尊的弟子，而我薛家也将一飞冲天。人世间有多少美女求着要嫁给我，而你赵莹莹，你不过就是一个不知好歹的贱人，你也配替他求情吗？霍天怎么办？薛家肯定不会放过我们的，我们赶紧跑吧。想跑？晚了！敢和我薛家作对，更是对长生殿屡次不敬。今晚就是长生宴，有我在此，你们能往哪儿跑？跑？我可从来没有想过要跑，而且我就会在这儿等着独孤老头过来，到时候要跑的人就是你们。干什么呢？长生宴即将召开，你们还敢在这儿吵吵闹闹，都不要命了！王少，哎呀，
薛大少，好久不见。这是王家大少王天行，南方第一家族，王家大少王天行，因为长生宴这样的大人物都来了。哎，薛大少这是无碍。你们薛家倒是消息灵通啊！这么早就来到了这长生宴的会场。哟，薛师姐也在呢，见过薛师姐。王少，想必你来这会场是清理垃圾的吧？这会场倒是真有2个垃圾，要好好清理。你们听好了，长生殿的独孤大长老宣布，今晚在此地举办长生宴，庆祝店主大人出世。这里就由我王家接管，没有邀请函的人立刻给我滚出去！王大少，我是云州赵家赵南山，我想问一下，这次的长生宴有没有我们赵家的邀请函？赵家。哦，区一个本土家族，还敢妄想参加长生宴，你配吗？滚一边去！王大少，其实年轻时我也曾在长生殿外门当过10年门童，和长生殿也有渊源。去你妈的！爷，你他妈是不是找死啊？区一个门童，他还敢攀关系啊？你信不信我灭你赵家满门？我们这就滚！等等，王兄，不需要生这么大的气啊！听说你赵家想参加长生宴是吧？求我什么？薛少能带领我们赵家参加长生宴？当然可以。原本我就看上了赵莹莹，而你们赵家自然也可以沾光得到长生宴的资格。不过可惜了，赵莹莹贱人居然不识好歹，跟我装清纯。不过我大人有大量，可以给你赵家再一个机会。薛少，您有什么吩咐，尽管说，我们赵家一定照办。懂事儿，我的要求很简单，只要赵莹莹给我当狗，当一辈子的玩物，我就可以赏你赵家一个机会，参加长生宴，见证老子走上人生支点。什么？我不要。薛子敬，你找死！赵莹莹，你最好考虑清楚了再回答我，要不然，我不但让你赵家失去资格，还可以让你赵家满门抄斩。薛少，这可使不得呀！废物，这儿轮得到你说话吗？薛子敬，我是不可能答应你的。这里马上就要召开长生宴了，你难道敢在这胡作非为吗？赵莹莹，你疯了吗？你怎么敢说薛少胡作非为？赵莹莹，薛少未来必定站在人间之巅，就算你给他当玩物，也是你的荣幸。我们赵家也会扶摇直上，但如果你拒绝，我们都会玩完的。说我胡作非为？这是我兄弟王少，今天的长生宴由他负责。王少，我胡作非为了吗？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你怎么能说薛少是胡作非为呢？倒是你，故作清高，装模作样，简直不识好歹。你们2个狼狈为奸！莹莹，不要再说了，我们快走。走？你走得了吗？赵莹莹，老子今天就要玩你，我要把你玩死。莹莹，你放心，我们不用走。好啊，你这个窝囊废倒是认清现实了。老子待会儿就赏你跪在床前，好好看我玩你的女人。薛子敬，你现在说出的每一句话，待会儿都会付出代价。我付出代价？我付出什么代价啊？倒是你，连长生宴的邀请函都没有，就在这大放厥词。王少，我觉得治他们一个扰乱长生宴的罪名，应该很合理吧？确实合理。胆敢扰乱长生宴，其罪当诛。来人，把他们俩还有赵家所有人给我抓起来！这么多年敢说把我抓进去的，你还是第一个。不过，你还不配让我动手。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是什么？区长生宴还需要什么邀请函？莹莹，
就凭你手上这枚长生剑，长生殿的所有人都得跪着把你请进去。至于王天行、薛子敬这2个废物，只要你一声令下，就会有人帮你诛杀。我天，你在说什么长生戒啊？你竟然敢说这个东西是长生戒呀？啊，你配吗？长生戒那是长生殿至高信物，只有长老级别的人才有幸见过。虽然不知道你是从哪听来长生戒的传说，但是你胆敢冒犯长生戒，在这人世间已经无人能救得了你。一个区区的下等剑冕，随便拿出来一个剑指就说是长生剑，你当我们都是傻逼吗？霍天，你别闹了，长生戒是人间至宝，你这个从地摊上讨来的废物，连我都骗不过，怎么可能骗得过长生殿的这么多人？你看着，等会儿你就会知道这枚长生戒到底是真是假。我看你就是在自寻死路。哟，这位美女长得好漂亮啊！哎，你跟这个下等贱人是什么关系啊？他是我前夫。哦，前夫啊，有点意思啊。你这个下等前夫刚才惹恼我，你今天晚上必须得陪我，当是给他赔礼道歉了。王少，哦，我女儿是薛少看上的女人。哦，我兄弟王少，这都是小事儿。女人如衣服，兄弟如手足。你要是看上了，那你就好好玩的。那就多谢兄弟的美意了。客气。王少，不要这样。妈的！少他妈跟老子装清纯啊！你这种女人不就是想借着男人一步登天吗？啊！现在老子给你机会，你他妈还跟老子装起来了？喂，你想想，今天这个长生宴是由我王家负责，我想让谁滚就让谁滚。你今天晚上要是陪了我，我就可以把你们2个留下，见证着至高无上的长生宴。哎，你以后跟他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哟。要不，女儿，你去陪王少吧。王少说的没错，美女，能参加长生宴，那可是人世间各位至尊挤破头都想要的殊荣。你可别学着赵家不知好歹呀！行了，你也别装了。哎，其实你早就也心动不已了吧？只是啊，现在这人有点多，你有点放不开而已。但是我告诉你啊，等会儿这长生宴结束之后，你跟他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啊！来吧，让老子验验货！王兄，这样吧，今天你带着方柔这个贱货，我带着赵莹莹这个贱货，咱们2个人，你玩他的前妻，我玩他的现任，然后让这个废物跪在床边欣赏，怎么样啊？薛兄，你真是太会玩了！好，就这么定了。你放开我！救命啊！霍天救我！你放开我！救命啊！霍天，你想想办法呀！好歹是你的前妻。疼死我了！我的胳膊，你赶紧放开我，不然我灭你满门！王兄，王兄，你没事吧？浩天，你别冲动。王八蛋！我真是没想到，在这小小的云州，还有人敢对我王天行动手啊！你知道你惹了多大的祸吗？那你说说，我惹了多大的祸呀？小子，你得罪了王少，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你。天王老子，就算是天王老子真的来了，他也得给我跪下，更别说你们2个蝼蚁。霍天，这个该死的家伙怎么这么喜欢逞能？先死的还不够快，已经得罪了一个薛家，再不能因为他牵连我们，再得罪一个王家。放了！你这混蛋，你惹了执掌北上上京的薛少，你现在又惹了江南的王少，混蛋，你彻底放了你！我是为了救你女儿，还惹了你口中的2位世家大少。你不感激就算了，还说我疯了。
好，那个能让你一步登天的薛家大少，在你女儿受欺负的时候，他在干什么？你怎么还有脸去指责我呢？你个混蛋，你说什么呀你？啊，你自己窝囊！我女儿是追求幸福的生活，她就是跟着上和王少，她也比跟着你这货郎费强100倍。她就是跟着上和王少，她也比跟着你这货郎费强100倍。哼，女儿，你说对吧？啊，看见了吧？啊，就像你这种废物男人，你就算想英雄救美，人家也不领你的情啊！啊，你还不如老老实实的给我跪下！我现在就要在这儿玩着你的女人。没错，废物，你最好乖乖的跪下，然后好好看着我跟王少是怎么玩你的前妻和现任的。区区2只蝼蚁，别说你们薛家和王家了，就是整个6道3界来了，见了我也得照样跪下。好大的口气！小小的云州，竟然有人敢瞧不起我们王家！这就是王家家主，长生殿的退役长老，执掌南方数十年的枭雄。这也太可怕了！爷爷，霍天得罪了王家，这王老不会迁怒于我们吧？没事。爷爷，您可来了！这个底层贱民啊，他竟敢！好了，闭嘴吧，丢人现眼！王老，你来了，你也一边给我站着去！薛子轩，恭迎王老。真不愧是独孤大长老座下的大弟子啊！如此年轻，竟有如此修为，都快赶上我们这些老家伙喽！王老谬赞了，哪能和你相比啊？晚辈还差得远呢。好，让你过来清理现场，你都是干了些什么？搞得这么狼狈，把我们王家的脸丢光了！爷爷，这也怪我呀！这个家伙他没有邀请函，不但不滚，还敢打我！长生宴召开在即，虽然不知道为什么选在这小小的云州，但是我们要把现场清理得干干净净。一个小小的乡巴佬也敢对抗我们王家，直接灭杀了！该死的一群蠢货，竟然让店主大人动怒，老夫恨不得弄死他们！你们几个抓紧时间准备去长生宴。是。10分钟之内必须赶到长生宴现场。另外，把那个店主替身给我抓过来，一起带去。是，大长老。是。来人，把这个家伙给我抓起来，还有这2个女人也都抓起来。今天晚上都别想逃。好，今天这场长生宴还真是让我长了见识。你们王家作为宴会的承办人，不分青红皂白，上来就要杀人灭口，还真是好样的！他妈的，你一个垃圾！我们王家行事，你也敢说3道4？我确实没必要说3道4，因为今晚你们王家就要覆灭。哼，年轻人，老夫见过许多狂妄之人，但像你这么狂的，老朽生平第一次见到。我们王家是长生殿门下出世4大家族之一，坐镇南方。除了长生殿殿主和独孤大长老之外，还没有人敢说上我们王家覆灭。王老头，你还真是一叶障目，不识泰山。你作为长生殿的退隐长老，如此愚蠢，你们王家覆灭也是理所应当了。垃圾就是垃圾，死到临头了还在这嘴硬。王老既然到了，这家伙的命运也就注定了。我们也没有必要再关注这个垃圾了。爷爷，没时间跟这个底层垃圾废话。你们上！赵莹莹，都怪你，你就是我们赵家的千古罪人。都怪赵莹莹，你带来霍天这个丧门星，我赵家100年基业毁于一旦，毁于一旦呐！莹莹，
你别怕，马上这个王老头就会给你下跪磕头道歉，然后求着你参加这场长生宴。找死！让我给这个小小的黄毛丫头下跪，想想可笑之极。王老头，如果你眼睛还没瞎的话，你应该还认识这是什么？这是长生剑啊！这是长生剑啊！长生剑居然在他手上戴着，怪不得长生宴要在这小小的云州举办，我闯大祸了！看你妈看！你个王八蛋！我现在就去打死你，然后晚上再跟我兄弟薛少一起好好的玩你这个女人。给我站住！爷爷，你拉我干什么呀？这个死垃圾，咱们动动手指头就能碾死他。还有这个贱女人，哼，要好好收拾收拾你！闭嘴！再不闭嘴，我打了你的嘴！这是什么意思？这王老这么打王少呢？我也不知道，难道是因为……大人，属下见过大人。爷爷，你干嘛呢？你怎么倒下了？滚开！王老，你是不是搞错了呀？你这是在干什么？爷爷，你给这个贱女人跪下干嘛呀？哎呀，混账东西！属下见过大人，都是误会，这些都是误会，是我们王家的不对，我们王家愿意赔罪，请您多多原谅啊！赔罪？王老头，赔罪得有诚意吧？哦，是，诚意，来人！大人，这是我们王家最高标准的 S 级合作书，请您千万不要嫌弃，请您收下。爷爷，你是不是疯了呀？这最高级的 S 级合同书是咱们要献给店主的。闭嘴！王老头，你刚才不是说不会跪下吗？怎么现在这么谦卑了？你他妈！对，该跪。爷爷，既然他已经跪下求你原谅，你就收下吧。价值2000亿的合作书，违约金1万亿，王老，这个违约金我们可赔不起啊！不是这样，您看错了，哎，您再看看后面的解释。无论是哪方违约，违约金全部由王家赔偿。什么？这1万亿的赔偿金，还全部让王家赔偿？我拼尽全力追求的不过就是跟赵家10个亿的合作，没想到这违约金竟然1万亿，这真的是给我的？爷爷，这条件。王嫂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居然给他一个小小赵家，你王家 S 级的合作书！蠢货，你给我闭嘴！老子做什么事情，也轮得着你来指手画脚？王老，您和我爷爷一样，都曾贵为长生殿的长老，如今更是长生殿俗世4大家族，代长生殿执掌南方的王家家主。他们2个垃圾，屡次对长生殿不敬，您非但不出手惩治他们，还对他们如此讨好。这到底是为什么呀？你还知道我曾是长生殿的长老？你们2个薛家小辈，我要不是看在我曾经跟你们的爷爷的曾经的交情上面，我才懒得管你们呢。你们可知道他是什么人吗？他那是谁？他不过就是一个小小云州一个不长眼的女人罢了，难不成还有什么身份？对呀，王老。她不过就是一个只配做我玩凤的贱女人罢了，她能有什么身份？找死！你知不知道，你现在正在给你们薛家招灾引祸？我这是在救你们。你如果还是再胡言乱语的话，就是你们爷爷来了也救不了你们。还不赶紧跪下，加快道歉！
让我给他跪下道歉，门儿都没有！你是不是老糊涂了啊？我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手段吓住你了，但是我今天晚上会被长生殿殿主收为徒弟，也将是下一任殿主继承人。连独孤大长老都不敢动我一下，你居然敢打我！是啊，爷爷，薛兄弟是要拜殿主为师的。长生殿殿主继承人，长生殿主要收你为徒，那这个……他们薛家白日做梦胡说八道，你连长生殿的规矩也忘了。是，你这是自己找死！请2位大人明察，我跟着薛家的2位后生小辈毫无关系，他们的所作所为跟我们王家没有任何关系，请2位千万不要迁怒于我们王家呀！王老，这个女人到底用了什么办法，让你堂堂王家家主吓成这个样子？王老，我一直对你很尊敬，但是您今日的所作所为，让我怀疑你是不是得老年痴呆了？爷爷，你告诉我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霍先生，这……既然他这么想知道，那就告诉他们吧。好，你们几个蠢货，把眼睛给我瞪大了，好好看清楚，赵小姐手上的这枚戒指是人间至宝，长生殿的殿主信物，长生戒。什么？长生戒？那他不就是长生戒？这绝无可能！什么？赵莹莹手上戴的是长生戒？哎呦，女儿，你快看看那戒指！长生戒，传闻中只要拥有长生戒，就能控制整个长生殿。这个戒指就是之前霍天要送给我的那个，这一切明明就应该属于我的。我这是长生戒。霍天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没错，莹莹，这确实是长生戒。只要你戴上这枚戒指，你就是长生殿的殿主。胡说八道！老王，你真是老糊涂了吧？被2个小辈给骗了。爷爷，您来了。我再不来，老王就被这2个小辈耍得团团转了。老薛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他们在耍你。他就是小小云州家族的一个黄毛丫头，怎么可能是殿主？老薛，这长生戒我是不可能认错的。今天早上我刚拜见过殿主大人，长生戒就戴在他的手上。今夜的长风宴，殿主大人说要收我孙子为徒，昭告天下。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怎么会错呢？什么？你今天才见过殿主？那他这……你肯定是搞错了。难道是我真的认错了？你肯定是看错了。我就知道他一定是假的。哎呀，你个死王八蛋呀！啊，你敢欺骗我爷爷给你们下跪呀？还害我挨了好几巴掌。你们今天死定了，死惨了！丢人现眼，假货就是假货，真不了。这搞了半天的还是假的啊！这窝囊废真会装，我差点把老娘给骗了。真有那么一瞬间，我觉得你不是个凡人，可惜了，这一切都是假的。你们这群蠢货，这长生戒也是你们可以妄言的。胆敢冒充殿主大人，简直不知死活！说，这假冒的长生戒是从哪里来的？是谁让你假冒长生殿主？这枚长生戒是我给他的。至于你说的什么冒充长生殿殿主，一个殿主而已，还没什么值得冒充的。只要我想，我随时可以扶起成百上千个长生殿。放肆！伪造长生戒，假冒长生殿主，还在这里大放厥词，今天留你不得。什么？这长生戒是这个满口胡说八道的废物送给他的，这肯定是假的呀！你们2个狗胆包天，竟然敢欺骗老夫，让我王家这个堂堂的王家主给你们2个臭虫下跪，你们真该死啊！爷爷，他们确实该死。
我这两个胆大包天的家伙，轻易的杀了，岂不是便宜他们了？咱得慢慢的折磨死他们，才能泄咱们的心头之恨呐。也对，我要让你们死的有多凄惨有多凄惨，我要让你们后悔生在这个世上。哦，太好了！不过王老，在折磨死这个废物之前，可别动赵莹莹，我还想玩她呢。霍天，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个戒指啊？这下真的完了。莹莹，你放心，今天有我在这儿，谁都动不了你。而且独孤老头马上就要到了，这长生戒是真是假，马上就会见分晓。待会儿他们几个会哭着下跪求你饶过他们。哎呦，死到临头还嘴硬，真是太可笑了。子敬，把他给我拿下。是。小子，本来本少还想跟你好好玩玩，不过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求死，本少现在就送你下地狱。现在还不乖乖跪下受死！霍天，你快跑！不用担心。女人，事到如此了，你还在担心这个东西是吧？你应该好好担心一下，待会儿老子把你抓起来的时候，会怎么玩弄你？还有你，乡巴佬，你不是很能吗？以为会点武功就敢斗薛子敬是吧？现在老子就站在你面前，有本事你再把老子动一下呀！啊？怂了啊？这就怂了？老子还以为你有多牛逼呢！没错，就是要让这个废物彻底跪了，才有意思。没错，垃圾贱民，有本事你就再把老子打一下呀！啊！你认真的？你个怂货，到现在了还在装是吧？啊！你不是敢打老子吗？来呀，打我呀！你让老子看看你有多大的胆子，打死我，打死我呀！啊！哎，你们可别生气啊！刚才你们也都听见了，是薛大少哭着喊着求我打他的。哎，我活了这么多年，还真没见过这么贱的人。薛大少啊，你还真是让我长见识。混账东西，找死！他妈的王八蛋，我弄死你！霍天，你想不到小小的云州还有个练家子，你以为你练了传统的武功就能和我长生殿对抗吗？简直愚蠢至极！子轩，师兄，你上，把他的双腿给我废了，然后交给你弟弟处置。小子，功夫练得不错呀，所以这就是你一直以来狂妄的本钱是吗？但是你这种世俗普通的武功，对付我弟弟还有王少可以，在我长生殿面前，你的拳脚功夫根本不够看。没错，小子，你居然敢打我，接下来就等我姐弄死你吧！没错，小子，你能打有个鸟用啊！薛姐可是长生殿独孤大长老座下的大弟子，他在长生殿修炼的，可都是独门的功法秘籍，只需要一个小手指头就能碾死你。太好了，啊！你这个废物，你仗着会一个三脚猫的功夫，你都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啊！薛大小姐一出手，一招就把你打成个肉饼。霍天，你别再逞强了，赶快给薛小姐跪下磕头认错，说不定她还能放你一马。方柔，你不会真觉得我给他们下跪求饶，他们就会放过我吧？我不知道，但这是你唯一的一线生机了。除此之外，你真的没有别的退路了。我的生机与活路，从来都是我自己给的，没有任何人能给我活路。至于她，一个目中无人、助纣为虐的女人，也配让我下跪求饶？你现在就想跪地求饶，也都晚了。能被我打死，那是你的荣幸。我劝你啊，
最好还是不要对我动手，否则你不仅会被打得很惨，而且你师尊很快就会来到这儿，到时候你不但会被逐出师门，而且还会难逃一死。就你这种垃圾，也能明白我师尊的地位？你能把他给喊过来，简直可笑至极。终于到了，居然有人胆敢冒犯店主，罪该万死！把那给我带过来，不知死活！老夫让你当店主替身，你竟敢借着这个名头招摇撞骗！那薛家也是一群蠢货，居然还真上当了，还以为店主大人可以收那薛家纨绔子弟为徒，简直愚蠢至极，无可救药！小安知错，小安知错，大长老，你饶命啊！把他给我带进去！既然你这么执迷不悟，那我就代表师尊，代表长生殿，彻底废了你！金光外放，没想到薛子轩已经将长生诀修炼到了第3层，后生可畏，真是后生可畏呀！爷爷，这长生诀真这么厉害吗？不学无术，长生诀是长生殿逍遥祖师当年年轻的时候亲创的功法，也是长生殿立派的根本。只有长生殿最核心的得意弟子才能够有资格修炼。这么厉害？是啊，我在薛子轩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才修炼到第2层，没想到他已经修炼到了第3层。真不愧是独孤大长老的得意弟子啊，真是羡慕老薛呀！老王，我孙女的天赋，连独孤大长老都称赞有加。去，速战速决，让这个只会3脚猫功夫的下等人看看我们长生殿的厉害。我且出手，这个废物死定了。逍遥老头在仙界的功法还都是我传给他的呢。当年他年轻的时候，在这人间留下这长生诀，实在是粗制滥造，没想到竟被你们视若珍宝，可笑至极。满口胡言乱语，居然跟小瞧我们长生殿的镇殿功法长生诀，受死！破天，快跑！破天！这个废物吓傻了，连躲都躲不开。子轩这一掌功力内敛，气息凝实，先将他牢牢锁死。想躲，是躲不掉的。真没意思，这岂不是一巴掌就给他打死了？我还想看他跪地求饶呢，可惜了。这也是他咎由自取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拖出去！妈，霍天现在真的完了。他早就该完了。害人精！我感觉他好像没事似的啊！怎么回事？你没吃饭啊？就这点力气，这难道就是长生殿的亲传弟子？这怎么可能？他怎么会没死啊？霍天，你没事啊？正面受了我3成功力，必定内伤严重，5脏6腑都要移位，现在还能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，看来之前是我小瞧你了。3成功力，那拜托你使全力让我感受一下。装模作样，你以为装出这种若无其事的样子就能把我吓住，然后全身而退吗？白日做梦！既然你一心求死，那我就满足你，受我全力一掌！没想到啊，刚才的那一掌只用了3成的功力，全身的力气运用到这一掌的威力，就连老九也不敢小觑呀。你还真是弱呀，就别出来丢人现眼了啊！混蛋，我杀了你！姐，你没事吧？
什么？薛姐的全力一掌竟然伤不了他，还被他真刀吐血！子轩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他这一掌怎么会伤得掉你？这小子到底是什么人？女儿，破天这个窝囊废，他什么时候这么厉害啊？长生殿他大人物，都不是他的对手啊！破天，你到底瞒了我多少秘密啊？破天，没想到你居然这么厉害！我不厉害，怎么能当你老公呢？吃吧。找死！小子，你老实交代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说的没错，此子如此年轻，竟然连独孤大长老的亲传弟子都不是他的对手，看来他肯定不是普通人呐！爷爷，王老，此人功力极高，隐藏极深。今晚是我们长生殿百年大典长生宴，他隐藏身份在此，必定居心叵测，不怀好意。我怀疑他是我们长生殿敌对势力的人，妄图破坏长生宴，还请爷爷、王老两位长生殿老一辈高手出手，诛杀此恶徒。什么？子轩说的有道理，如此看来，还真有这种可能。妄想破坏长生宴，小子，真是该死！王八蛋，这下你死定了！居然胆敢破坏我人间第一殿长生殿100年一次的长生宴！王老爷爷，恳请二位出手，诛杀此恶徒！没错，必须杀了他！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赶快联手灭了他！小子，你在同辈年轻人当中也堪称佼佼者。不过今天你做了不该做的事，今天你必死无疑。没错，尽管我有惜才之心，但大长老让我来承办长生宴，谁敢横加阻拦，都得死。你们先别急。独孤大长老马上就会过来，带着你们口中的那位真正的店主。如果你们现在动手，不光要被我打个半死，不如等他来了，直接下跪给我赔礼道歉，更简单，痛快些。冥顽不灵，独孤大长老的功力高我100倍，在整个长生殿只在殿主之下。你有什么资格妄言大长老？看来此子当真不知死活。老薛，咱俩一起上，彻底灭了他。好，不错啊，我知内劲能修炼到这等程度，有点意思。如果你能做到心无杂念，或许呢，还能修炼到更高一个境界。只可惜呀，你利欲熏心，自视甚高，这辈子也怕只就停留在这蝼蚁之境了。好大的口气啊！竟敢对我品头论足！我这phần天拳是长生殿逍遥祖师留下的武学功法，是长生殿不传之秘。中我一拳，五脏六腑都在燃烧起来，痛不欲生，七彩而亡。老薛，狮子搏兔一用全力，不用跟他啰嗦，我们俩一起上，把他拿下。通玄之法，这可是我爷爷的成名绝学呀！指尖穿透的劲力可以穿透100层钢板，什么血肉之躯也扛不住。我已经10年没有见过我爷爷用出此功了。这就是两位长老的实力吗？简直太可怕了！但是他们两位又远远不是我师尊的对手。要是我师尊独孤大长老出手，又会是何等景象？薛小姐，你不必着急，马上你的师尊就会冲进来，然后出手了。还在胡说八道！他们两位长老出手，你就算是从娘胎里开始修炼，也远远不是他们的对手。能死在他们的手里，那是你的荣幸。破天，怎么办呀？放心，有我在，
没事的。霍天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实力不凡，但你再怎么能打，也不是2位长生殿长老的对手呀！你就不要以卵击石了，赶快束手就擒，乖乖交代吧。方柔，你别说这小小的长生殿，小小的人间，就算是整个6道3界下来，也没有任何人是我霍天的对手。你到底在胡说些什么呀？我不怪你瞒了我这么多，你就不要再嘴硬了好吗？我知道你厉害，但是如果你乖乖交代幕后主使是谁，说不定他们还能饶你一命呢。算了，你不懂我，也永远不会相信你。你不必再说了，看着就好。到临头了还嘴硬，狂犬飞天！我今天非把你的狗牙一颗一颗的给拔出来！上！独孤大长老到！师尊，薛子轩拜见师尊。我等拜见独孤大长老，都起来吧。是，这里到底怎么回事？废物！现在独孤大长老来了，你想跑也跑不掉，你的下场会很凄惨。薛大少，你怎么就确认这独孤老头不是为我而来的？哈哈哈哈！事到如此，你还在这嘴硬？霍天，这独孤大长老都来了，你也应该看清楚形势，不要再一意孤行、负隅顽抗了。方柔，你错了，这独孤老头确实是为我而来，而今天这场长生宴，也是我让安排在这儿的。师尊，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师尊，长生宴即将召开，没想到混进来一个奸细。什么？长生殿100年大典竟然能混进奸细？独孤大长老息怒了，我姐说的奸细正是此人，他一定是敌对势力培养起来的，而且故意毁坏我们长生宴。这小子居心叵测呀！独孤大长老，我姐刚才欲把他铲除，居然还被他给打伤了。什么？子轩刚才对他出手了？是的，大长老，我孙女萱儿刚才对他出手了，没想到此人扮猪吃老虎，隐藏极深，趁萱儿不备，偷袭打伤了萱儿。我这就出手，捉拿此人，严加审讯。请大长老放心，我和老薛联手，一定把他给铲除得干干净净。啊！你们说他刚才偷袭打伤了薛子轩？薛子轩，给我跪下！独孤大长老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明白了，师尊，都怪徒儿学艺不精，竟然输给了这么一个奸细，坏了师尊的威名，更是失了长生殿的尊严，还请师尊责罚。你在说什么？你这个蠢货，真是瞎了眼！滚开！哎，师尊，都怪徒儿学艺不精，怎么能让您亲自出手呢？您再给徒儿一次机会，我一定就算拼上这条性命，也要和那个家伙一决生死。长生殿大典被你们搞成这样，一群蠢货！大长老，此奸细隐藏太深，他趁子轩不备打伤子轩，请您息怒，他还不配您出手。我和老王联手，纵然他再厉害，也得乖乖受擒，也不失了我长生殿的威名。是啊，大长老，只怪此子心机太深。方才他还在伪造咱们长生殿之宝长生戒，连我也被这个王八蛋给戏耍了。我这就连同老薛势必当场把他诛杀。滚开！完了，独孤大长老真的动怒了，连薛家家主、郝家家主都被打了，他今天是要亲自来收拾霍天的。这家伙今天是死定了，咱们赶紧走吧，不然的话受制牵连会惹大祸的。走吧。
霍天，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劝，非要一心求死？如今我跟你已经离婚了，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，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，怪不得我。属下都谷拜见店主大人。拜见店主大人。店主大人，店主大人，店主，这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属下都谷来迟了，还请店主大人见谅。你要是来早的话，我就看不到你麾下家族行事是有多么嚣张跋扈、肆无忌惮。店主大人，还请您见谅。今日之事，我一定给你一个交代。今日，我宣布，无论是你们薛家，还是王家，胆敢对店主不敬者，我将一一清算。店主大人，独孤大长老，你是不是弄混了呀？他就是一个底层的贱民，一个赘婿而已，他怎么可能是人间至尊长生殿店主呢？住嘴！到现在还敢对店主不敬，薛家真是好大的胆子！我宣布，薛子轩逐出师门，你们薛家取消长生殿俗世家族身份。独孤大长老，您是不是疯了？啊，怎么可能是店主呢？我早上刚拜见过店主，他说今夜的长生宴要收我为徒呢。你现在拜这个不知底细的奸细为店主，你这是要背叛长生殿，想造反吗？啊！爷爷，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啊！原来我长生殿的内鬼是你独孤老贼！我们这么尊敬你，你居然勾结外人，把我长生殿的宝物尽数送出，现在更是在这长生宴上认这个贼子当店主！独孤大长老，难道你是想利用这个奸细作为傀儡？你想独掌长生殿吗？你这么做，你就不怕长生殿店主发怒吗？爷爷，王老，我们压根就不怕他，因为我们背后还有店主大人为我们撑腰，店主很快就会降临，到时候我就不信他独孤老贼能一手遮天。你利用大长老的身份，妄想破坏长生宴，更想指使傀儡上会店主，胆大包天。今天长生殿两大世俗家族在此，容不得你肆意妄为。这个假店主今天必须诛杀！老王，上！我看谁敢！哎，他们觉得他们二人能诛杀我，那就让他们试试。霍天，你快跑啊！好啊，你个贱女人，和这个垃圾关系密切，肯定和我长生殿敌对势力密不可分。今天我就杀了你！住手！受死吧！你们真当我不敢杀你们二人吗？爷爷，我杀了你！小心！嘿，驾！这难道真的是长生剑？我说过，你们在我眼中只不过是蝼蚁而已，可是你们却狂妄自大，妄想取我性命，落到如今的下场，这都是你们咎由自取。你们两个混蛋，还不赶紧跪下谢罪！这可怎么办呢？此子如此厉害，恐怕是敌对势力精心培养的，专门对付我们长生殿的杀手锏呐！
你不要怕，我承认我不是此子的对手，但是独孤老贼，你想以此夺权篡位，你大错特错了。你别忘了，长生殿主为人间至高者，为武力通天者，为驾驭苍生者不可登临。就算他再能打，就算你再老谋深算，在殿主的绝对实力下，你们都是有骨寒暑。我现在就向殿主大人汇报。可笑！其实你这个电话不用打，你所谓的殿主其实已经……你也会害怕了吧？殿主大人通天神位，你们两个今天必死无疑。我告诉你，我今天抓住你这个叛徒，就立了大功了。这以后大长老的位置就是我了啊！店主到门口了，独孤老贼，你犯了大错，你死定了你啊！太好了，师尊来了，这些废物全都完蛋了！我去迎接，把他给我带上来。你终于来了！你可得替我们做主，可得替我们做主啊！属下拜见殿主大人。长生殿的殿主居然降临了！啊，这就是传说中的长生殿主啊！想到今生能有幸见到这么大的大人物，殿主大人，独孤老贼背叛长生殿，勾结外人，还妄图破坏长生宴，请您出手惩治这两个叛徒。对，爷爷说的对，殿主大人，还有他，这个垃圾，他居然仗着独孤大长老的身份冒充长生殿殿主啊，还打伤我姐姐，打伤我们所有人。殿主，你可得替我们做主，诛杀此贼啊！看到没有，你们两个废物！看到了没？殿主现在开始运功，他修炼的可是长生殿的无上神功，到时候你们全都得死！大长老，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背叛长生殿，但是你既然已经这么做了，你我从此势不两立，你再也不是我的师尊。殿主大人，求您出手诛杀此二人。原来你们两个最后的指望就是他呀，那恐怕你们要失望了。混账东西，还不跪下！殿主大人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你怎么跪两个叛徒啊？殿主大人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殿主大人，这个替身胆大包天，竟然冒充店主的身份诈骗薛家，把薛家90%的资产吸走转移。我们抓住他的时候，他正准备逃往海外。这么厉害啊！这是整个把你们薛家都搬空了呀！店主，我错了，你饶了我！不是，店主大人，你怎么叫这个废物叫他店主呢？你们还不明白吗？他不过是我安排的替身，这位才是长生殿的殿主。什么骗局？不可能！难道说长生殿殿主要收我为徒这件事情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局？什么骗局？这怎么可能？那后天他岂不是……
能，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即将成为人上人，成为长生殿的殿主。你们是骗我的，你们是骗我的，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。来人，把他拉下去，打入长生殿天牢，严加惩治。殿主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饶命啊！是真的。殿主大人，由于属下管理不当，请您责罚。行了，独孤老头，这长生殿殿主如此绝顶的身份，心生邪念也属于正常。不过他们有一点说的没错，我的确不是长生殿殿主。莹莹，我说过，我会送你一份礼物，让你不会再害怕任何人。他现在才是长生殿的殿主。属下独孤参见长生殿殿主。参见长生殿主。我这竟然真的是长生剑，原本属于我的长生剑。怎么样？这份礼物你还满意吗？什么？赵莹莹是长生殿殿主，那可是人间第一势力呀！长生殿殿主啊！都是跟你结婚了5年，你送的什么礼物了？啊？500万的钻戒又算什么？方柔，这个是长生戒，乃是无价之宝，可以掌控人间第一势力长生殿。它就是我要送给你结婚纪念日的礼物，只要你戴上它，你就是人间至高无上。至高无上，霍天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爱吹牛呢？你知道长生殿是什么样的势力吗？长生殿动动手指就能让整个世界翻天覆地，在整个云州，只有赵家和长生殿才有联系。我当然知道长生殿是什么，不过长生殿在我眼里就犹如蝼蚁。够了，霍天，你不要再胡言乱语了，小心祸从口出。结婚5周年，你就从地摊上买这个破玩意儿来敷衍我？跟你离婚，真的是我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选择。最正确的选择。方柔，你知不知道你拒绝这枚戒指意味着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你要跟我离婚，又意味着什么？你会后悔的。后悔？一个破戒指有什么值得我后悔？我方柔做事绝对不后悔。至于跟你离婚，我更不后悔。原来你没有骗我，这真的是长生戒，能够掌控长生殿，成为至高无上。是我有眼无珠，是我爱慕虚荣，是我亲手毁了这一切。后天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我们真的不能再回到以前了吗？求求你了，再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？报告少主，长生殿殿主出世，现身云州，邀请霍家参加100年大典长生宴。好，这是我东海霍家的大好机缘。云州，我那个废物大哥霍天，不是被流放到了云州了吗？正好，我也来会一会他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报圣女大人，门主有令，长生殿主出世，请圣女大人带天门参加100年大典长生宴。好，1000年以来，长生殿一直压我们昆仑天门一头。这长生殿主到底是什么精彩艳艳之人，能压我师尊一头？正好这长生宴，让我去见识见识这长生殿主。长生宴在哪举办？报告圣女大人，在云州。云州。当
当年和我定下婚约的那个霍家弃子霍天，不就正好被流放云州吗？正好，我也可以了结这一桩婚事。